谁说穿越了就非要当主角？有人吃尽苦头去换一份真爱，有人拼了命地去争权夺利，但更多的人其实只是路人甲，没那么多狗血剧情，只想过普通人的日子。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个温馨的小窝，还有最亲的家人和朋友，这种日子才叫踏实。这种时候突然喊停，埃弗里特显然还没准备好，他支支吾吾地，就是不敢再往前一步。守着这么个大帅哥，确实养眼，可丽娜有点坐不住了。难道真要等到结婚那天才肯亲一下吗？埃弗里特赶紧解释，丽娜直接反问：“你是不是根本不想亲我？”他这下彻底急了，连声否认说：“绝对不是。”其实他心里藏着个大秘密，刚想开口坦白，却被丽娜温柔地堵了回来。不管是什么视线，再多不重要，只要这一刻是真的，其他的以后再说吧。丽娜这次是真的打算摊牌了，她不想再听那些犹豫的借口，直接盯着他的眼睛说：“把你自己交给我。”这谁顶得住啊？埃弗里特显然被这直球打懵了，刚才还在纠结要不要克制，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彻底放开吧。他一把将丽娜抱了起来，动作比刚才利索多了，所有的秘密和顾虑在这一刻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这个迟到了太久的吻。这一吻比刚才还要热烈，埃弗里特终于放下了所有防备，既然已经决定不再逃避，那就让这一刻彻底失控吧。他稳稳地把丽娜抱向床边，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定。这种时候已经不需要任何言语，两人的世界里只剩下彼此。他俯身在她耳边低语，叫着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名字。他说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这不仅仅是情话，更是他这辈子最沉重的承诺。埃弗里特这次是彻底豁出去了，他一边解开扣子，一边低声宣告，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契合，更是灵魂的交付。丽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其实有点乱，事情的发展远超她的预期。原本她只想过平淡的日子，守着这个帅气的男朋友就够了。她以前总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只要日子过得安稳就知足了，那是她能想象到最幸福的模样。可现在这些还重要吗？那种安稳又平凡的生活，在这一刻已经成了过去式。她曾经深信不疑的归宿，在遇到他之后，注定要彻底翻天覆地了。丽娜正打算悄悄溜走，身后却突然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直接把她给叫住了，问她到底要去哪。在那一刻之前，她还以为自己谈的是场普通恋爱，直到她看清了男朋友的真面目。这身华丽的制服已经说明了一切。埃弗里特语气冰冷地质问她，难道是打算去勾引皇帝，然后再趁机逃跑吗？这话听起来简直像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要找的那个皇帝竟然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所有的计划在这一刻全乱了，他的生活注定要彻底翻天覆地了。这里是帝国的皇宫财务部，本该是按部就班的一天，可生活里的混乱总是在一瞬间突然降临。多诺万先生现在火气大得很，他直接把文件摔在桌上，质问卡罗琳娜是不是在开玩笑。整个办公室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表现的倒是很冷静，甚至还反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下彻底点燃了多诺万的火药桶，他把报表直接甩到了他面前。原来是领地的税收记录全都不见了，在财务部丢了这种关键数据，那可绝对不是闹着玩的。面对这种严重的失职指控，他到底该怎么收场？皇帝的凯旋仪式眼看就要到了，财务部现在的压力比山还大。多诺万却在这时候借题发挥，把文件撒得满地都是，指责丽娜是在给整个部门抹黑。丽娜只能耐着性子解释，承诺会在下班前把报表重新整理好，可他根本不打算就这么算了，甚至要求他在午饭前必须交出来，这明摆着就是想把人往死里逼。同事康斯坦斯实在看不下去了，等丽娜一走开，就赶紧凑了过来。原来多诺万这个老狐狸，当初就是他亲口交代要删掉那些资料，现在居然反咬一口把锅全甩给丽娜。明明是按照上司的要求办事，最后却成了被当众羞辱的对象。这种职场陷阱，丽娜到底该怎么反击？康斯坦斯看丽娜受了这么大委屈，赶紧凑过来想带她去喝一杯。丽娜笑着答应了。这种时候有个能说话的朋友确实比什么都强。其实他心里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毕竟和上辈子的经历比起来，这点职场刁难根本不算什么。那时候他每天都要面对疯狂的加班，还有各种难缠的投诉和骚扰。没错，他其实是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穿越者，上辈子因为过劳死在了工位上，结果一睁眼竟然成了小说里一个连名字都没提过的路人甲。虽然现在还是个卑微的打工人，但对他来说，这种能按时下班的平淡生活已经是上天最好的恩赐了。可在这个暗流涌动的皇宫里，他真的能如愿过上安稳日子吗？只要今天不用加班，丽娜就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毕竟对他这种死过一次的人来说，能准时下班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他穿越进来的这个世界，原本是一本非常狗血的言情小说，讲的是暴君皇帝和温柔圣女经历生死轮回，最后修成正果的故事。这种契约、恋爱加破镜重圆的戏码，在读者眼里确实挺浪漫，但在丽娜这个路人甲看来，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全都是虚的。在这个动不动就掉脑袋的乱世里，谈恋爱哪有保命重要？她现在的愿望特别简单，就是老老实实打工，攒够钱，然后平安退休。只要能安稳活到领养老金的那天，她就谢天谢地了。其实丽娜也不是对谈恋爱没兴趣，只是天天这么忙，身边哪有时间去认识什么帅哥呀？只要不重演上辈子过劳死的悲剧，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同事康斯坦斯又被多诺万那个老狐狸给坑了，堆成山的活儿让他今晚必须留下来。好在康斯坦斯这人够义气，硬是催着丽娜
赶紧先回家。丽娜这下可就不客气了，简单打个气就赶紧开溜。走在夕阳下的街道上，这种不用加班的快乐谁懂啊？他甚至连一会儿的行程都想好了，先去公园撸撸猫，再买顿丰盛的晚餐犒劳自己。这种安稳的小日子才是打工人的终极梦想。可就在他享受这份宁静的时候，命运的转折点似乎已经悄悄盯上他了。丽娜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却被花店门口的一抹亮色吸引了，竟然是这个季节很难见到的苍兰。要是能买一束带回去，家里肯定会变得更有生气。他推门进屋问老板娘这些花卖不卖。老板娘说这可是从北边运来的稀罕货，刚好还剩最后一束。他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生怕晚一秒就被别人抢走。丽娜心里美滋滋的，已经在想回家要摆在哪个窗台上了。这种简单的小确幸就是她努力工作的动力。可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穿着深色斗篷的高大男人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原本安静的小店，气氛瞬间变得有些不对劲了。这个推门而入的男人长得简直太犯规了，丽娜一时间直接愣在原地。她开口问店主还有没有苍兰，可问题是最后一束就在丽娜手里啊。生活里的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但有时候这种意外长得实在让人没法生气。丽娜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会有人长成这样？这简直就是美颜暴击。丽娜原本只想安稳过日子，可这个男人的出现不仅仅是打破了她平静的现状，更是要彻底掀翻她整个人生的轨迹。这男人长得也太犯规了，丽娜整个人愣在原地，尤其是那双像太阳一样的眼睛，看一眼就让人彻底陷进去。刚才是不是盯着人家太久了？她赶紧低下头，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男人倒是很淡定，他直接开口问老板娘店里还有没有小苍兰。结果老板娘一脸为难，真是不凑巧，最后一束刚刚才卖掉。老板娘随手一指，原来最后一束小苍兰就在丽娜手里，听说现在不是花季，错过这束就再也找不到了。男人看起来有些失望，丽娜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主动走上前叫住了这个陌生男人。虽然不知道你拿花要干什么，但感觉你比我更需要它，如果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吧，反正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她笑着把花递了过去，完全没注意到男人眼里的惊讶。男人接过花，语气虽然冷淡，却说一定会报答这份恩情。还没等丽娜反应过来，他直接把一个沉甸甸的钱袋重重地砸在了柜台上。老板娘，这位小姐刚才看中的所有花全部由我来买单。丽娜吓了一跳，赶紧摆手说不用这样。可男人根本不给她拒绝的机会，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神秘的背影，还有那一袋紫闪瞎眼的真金白银。这哪里是买花啊，这简直是把整个店都给盘下来了。太阳快落山了，丽娜最后还是提着满满一篮子花走出了花店。本来只是想买一束，结果现在手里沉甸甸的全是那个男人留下的谢礼。刚才老板娘那副架势，简直像是他不收下这些花，就绝对不会放他走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丽娜忍不住回想起那个男人，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他确实是个挺特别的人。说实话，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虽然说话有点硬邦邦的，但那股随性又高贵的气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而且出手还那么阔绰，家里肯定非富即贵。不过想这些也没用，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了。丽娜提着花走在回家路上，心情倒是难得的轻松。每天就是家里和单位两点一线，生活平淡的像白开水一样，偶尔能遇到这种大帅哥，就当是给枯燥的日子加点糖了。可就在他走到家门口时，整个人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穿着深色斗篷的背影，怎么看着这么眼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刚还在想什么时候能再见，结果人家直接找上门来了。看他手里拿着花，怀里还塞了个小熊玩偶，这副打扮出现在公园门口，多半是要去公墓祭拜谁吧。可丽娜突然反应过来，公园正门最近正在施工，现在过去肯定要吃闭门羹。眼看男人就要走远了，她也没多想，赶紧追上去喊住了他：先生，请等一下。丽娜伸手拽住了他的斗篷，想提醒他前面没路了。可男人转过头的那一刻，气氛瞬间变得有点不对劲，这眼神也太吓人了吧？难道是自己多管闲事了？哎呀，还没等反应过来，手里的花篮就先飞了出去。丽娜脚下一滑，直接栽进了男人怀里。这要是换成别人，高低的是个浪漫的邂逅，可对丽娜来说，这一下撞的简直像要了命。哎呦，疼死我了！她一边忍着疼，一边还不忘抬头确认对方的身份，毕竟这可是刚帮过她的大金主。那个你还记得我吗？刚才在花店咱们才刚见过面的。他一眼就认出了丽娜，毕竟刚才在花店是他把最后的花让给了自己。他有些疑惑，难道这姑娘特意跟过来是有求于他？丽娜赶紧摆摆手，说自己只是看他要去公园，想提醒他正门在施工，要是想进去得绕到另一边的侧门才行，而且再过一会儿公园就要关门了，不抓紧时间可就进不去了。男人显然没料到这个素不相识的姑娘竟然会为了这点小事特意跑一趟。听到这番话，他眼里的戒备才算消散了一些，轻声向丽娜道了谢。丽娜也没多留，笑着挥挥手就转身离开了。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男人的目光突然定住了，在那截白皙的手腕上竟然有一道明显的淤青。等一下！男人突然叫住了他，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那道淤青，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说要帮他检查一下伤口。丽娜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直接，她赶紧往后退了一步，连声说这只是点小伤，真的没关系。可男人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他伸出手，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压力。他说自己可不是那种看到别人受伤还能心安理得走开的混蛋。
面对这么强势的关心，丽娜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她轻轻托起丽娜的手腕，仔细检查了一番，还好没伤到骨头。不过看这红肿的程度，估计得疼上好几天。丽娜还没来得及道谢，男人接下来的话却让她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竟然要安排她去神庙治疗。在那个地方，神庙可不是普通人能随便进的。男人却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只是去邻居家串个门。明天一早你就过去，只要报出我的名字，埃弗里特·罗哈斯，他们自然会照顾好你。说完这话，他没再多看丽娜一眼，带着那束花和泰迪熊，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夕阳里，只留下丽娜一个人站在原地。埃弗里特·罗哈斯，他在心里默默念着这个名字。确实，像这样特别的名字，只要听过一次，就很难再忘记。夕阳西下，埃弗里特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余晖中。夜幕降临，寂静的墓园里多了一份祭奠。处理完这一切，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门后一个身影已经等候多时了。我就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你。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笃定。事情都办完了吗，陛下？面对亲信的询问，埃弗里特显得有些意外。他明明是秘密行动，怎么还是被抓了个正着？对方无奈地叹了口气，毕竟今天是那位夫人的忌日，除了那个冷清的墓园，陛下还能去哪呢？虽然知道自家主子实力强悍，但亲信还是忍不住开启了说教模式。庆功大典就在眼前，万一在外面出了什么岔子，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可埃弗里特却一脸淡定，觉得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人能伤得了他。亲信随口问了一句：“这次微服私访没遇到什么特别的事吧？”特别的事？埃弗里特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女孩的身影，那次意外的碰撞，还有指尖残留的温度。那一刻的丽娜，在光影下美得有些不真实，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撞进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但她只是沉默了片刻，随即将这些画面全部压在心底，语气平静地回答道：“没什么，什么都没发生。”丽娜看着已经快愈合的伤口，心里别提多得意了。花1个银币买药膏就能搞定，傻子才去神殿当冤大头。虽然那里的治愈术确实快，但为了这点小伤就要收走他半年的工资，这哪里是救人的神殿，简直就是个抢钱的黑店。神殿那些家伙口口声声说是救人，其实规矩黑得吓人。不管你是擦破皮还是快没命了，只要进门就要交出一笔天文数字的捐款。埃弗里特居然还建议他去那里，这家伙是活在真空里吗？不过看着他那张无可挑剔的脸，丽娜也只能叹气，长成这样，就算真的没常识，好像也能被原谅了。刚才还在想那个男人的好，结果下一秒，现实就给了丽娜一记响亮的耳光。多诺万那大嗓门隔着几层楼都能听见，他正对着康斯坦斯疯狂输出，嫌人家办事效率太低，这种动不动就拿处分吓唬人的领导，谁碰上谁倒霉。看着同事被骂得抬不起头，丽娜只觉得心累。新的一天社畜的苦日子又开始了。摊上这么个疯子领导，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多诺万这回是真的疯了，居然要求在1天之内理清7个领地整整8年的税务记录，这哪里是安排工作，这分明是想让康斯坦斯直接原地退休。丽娜看着堆成山的账本，也只能陪着同事一起通宵。她压低声音说：“多诺万最近这么反常，其实是因为得罪了卡梅洛特公爵，那可是帝国里一人之下的人物，难怪多诺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康斯坦斯还是想不通，这跟接下来的凯旋游行到底有什么关系？皇宫里现在流言飞起，皇帝一回来就要拿卡梅洛特公爵开刀，而且这把火还不止烧到公爵一个人，那些在战争里只顾着捞钱的贵族，这回全都在清算名单上。看来皇帝是打算彻底清理门户了。康斯坦斯倒是一点不紧张，甚至还想抓把爆米花坐等看戏，毕竟这种大场面可不是天天都有。虽然目前还只是传闻，但丽娜心里很清楚，那位皇帝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帝国的风向真的要变了。谁能想到这场凯旋游行竟然是清算的开始？在遇到女主角之前，埃弗里特可是教科书级别的暴君，为了坐上皇位，他亲手清理了先皇和所有皇室成员。整整8年的战争，他让无数国家血流成河，这种狠角色谁见了都要绕道走。可丽娜现在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些，如果这把火烧到了国库，她那安稳的公务员生活可就彻底泡汤了。看着暴君在那大杀四方，丽娜只想求老天爷保佑，千万别把麻烦惹到自己身上。她只想安安静静的当个透明人，这种神仙打架的戏码，千万别连累到她这个打工人啊！康斯坦斯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凯旋游行赶紧开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这无尽的加班地狱里解脱。看着眼前这堆成山的账本，他感觉自己已经快要透支了。这哪是上班啊，这简直是在消耗生命。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丽娜简直像天使一样降临了。她不仅提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居然还要帮康斯坦斯分担剩下的工作，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啊！康斯坦斯激动的语无伦次，丽娜绝对是全天下最好的同事。康斯坦斯现在恨不得给丽娜磕一个，直呼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交到了这么个神仙朋友。丽娜倒是很清醒，让他少在这儿拍马屁，赶紧把要处理的文件拿过来。可丽娜刚翻开第1页，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康斯坦斯明明是负责东部领地的，怎么送过来的全是西部的资料？这下麻烦大了，在规矩森严的皇宫里，拿错文件可不只是挨顿骂那么简单。康斯坦斯也是一肚子苦水，说是多诺万直接把这叠文件甩到他桌上，让他赶紧干活。丽内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多诺万居然专门挑出这份，这明显是把康斯坦斯当软柿子捏。原来
这西部领地是安德鲁勋爵的，多诺万估计是想卖个人情，才把这种苦差事丢给没背景的下属。虽然这种职场霸凌不是第一次了，但丽娜仔细翻看这些资料，却发现内容本身挑不出任何毛病，任务分配确实很反常，可文件看起来又非常完美，这种违和感到底是怎么回事？丽娜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眼下也只能先这样了，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吧。天空晴朗的有些晃眼，这一天她换上了精致的礼服，等了这么久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了。丽娜现在简直要开心疯了，毕竟谁能拒绝一个不用加班又阳光明媚的周末呢？她一路小跑来到公园，迫不及待的想见到那些老朋友，大声喊着我来了。这群被她按音阶命名的小猫早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只要跟他们待在一起，所有的烦恼都能瞬间消失。丽娜看着这些小家伙，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打工人该有的周末啊。她赶紧拿出准备好的加餐，一边投喂一边小声道歉，最近加班实在太凶，确实好久没来看他们了。坐在喷泉边看他们大口干饭，她终于觉得自己活过来了。之前连轴转的工作简直要命，现在这种放空的时间比坐金山都不换。虽然待会还得去买菜干家务，但现在她只想多赖一会儿，享受这难得的清闲。可就在这时，原本乖乖吃饭的小猫像是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它连最爱的肉干都顾不上了，扭头就往草丛深处跑去。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这只贪吃猫这么兴奋？丽娜还没反应过来，小猫就一头钻进了树丛，她只能提着裙子赶紧跟过去，嘴里还念叨着这饭还没吃完呢，你要跑哪去？可等她拨开树枝，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自家那只平时乖巧的小猫竟然正死死挂在一个男人的斗篷上，爪子抓的那叫一个起劲。还没等她开口道歉，看清对方的长相后，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这不是埃弗里特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闯了大祸的小猫倒是溜得快，一溜烟跑回了他身边，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凌乱。丽娜现在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小猫正舒舒服服地窝在他怀里，这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他就是这只肇事猫的主人。看着埃弗里特那身昂贵的斗篷，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道歉，解释说这只是公园里的流浪猫，年纪还小不懂事，如果衣服弄坏了他愿意赔偿。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对方竟然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直接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丽娜看着那个头也不回的背影，整个人都懵了。他竟然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他抱着猫站在原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绝对不是没看见，他就是故意在无视他。丽娜越想越觉得离谱，怎么会有人能无视的这么彻底？丽娜半天都没缓过劲来，就算关系再普通，也不至于用那种态度看人吧？居然把他当成跟踪狂一样防着，长得帅就能这么自以为是吗？算了，越在意反而越显得自己输了，还是赶紧买完东西回家，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丽娜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又撞见埃弗里特。她几乎是本能的躲到了墙后，可冷静下来一想，自己明明没做错什么，这样躲着反而显得更心虚吧。与其在这里纠结，不如拿出气势直接走过去。埃弗里特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回头看向那个匆忙离开的身影，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心里显然已经有了底。另一边，丽娜买完东西走出店门，她顺手撑开了遮阳伞，果然没有什么坏心情，是碳水化合物解决不了的。丽娜抱着刚出炉的面包，刚才的郁闷一下子全散了。虽然是计划外的消费，但只要能治愈自己就完全值得。她甚至都想好了回家打扫完卫生，就抹上果酱，再配上一杯红茶，这才是转生者该有的精致生活呀。可就在她美滋滋往前走的时候，却突然定在了原地。这缘分真是绝了！丽娜还没从买面包的快乐中缓过来，一抬头居然又撞见了埃弗里特。两人在大街上四目相对，空气一下子就安静了。还没等丽娜想好怎么打招呼，对方居然先开口了，语气里满满的都是嫌弃。她觉得两人见面的次数多得离谱，甚至怀疑丽娜是在跟踪她。跟踪？真是笑死人了！丽娜心里翻了个大白眼。既然埃弗里特喜欢装傻，那她也奉陪到底。她头也不回的哼着小曲走开了，留下对方一个人在原地没反应过来。看着丽娜远去的背影，埃弗里特半天没说出话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场莫名其妙的偶遇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推开这家不起眼的店门，埃弗里特压低兜帽走了进去。谁能想到平日里严肃的凯尔，竟然在这里当起了咖啡店老板。看着凯尔这一身专业的侍者装扮，埃弗里特忍不住调侃起来，说他穿上这身衣服还真像那么回事。虽然自己正穿着便装执行公务，但该有的幽默感一点没少。凯尔一边熟练的倒着茶，一边低声询问这位陛下的来意。他以为又是为了公爵那档子烦心事，可没想到埃弗里特这次居然不是为了公事来的。埃弗里特突然问了凯尔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凯尔相不相信这世上有巧合。还没等凯尔反应过来，他就自顾自地解释起来，语气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困惑。他说，如果每次出门都能撞见同一个女人，而且一天之内还不止一次，这种概率到底意味着什么？脑海里全是丽内的身影，那些在大街上在转角处的偶遇，一次次重叠在一起，让他开始怀疑这真的只是运气好吗？凯尔听完也觉得这事太巧了，他试探着问埃弗里特，难道是在怀疑那个女人是间谍？埃弗里特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那种感觉骗不了人。就在他抓住丽娜手腕的一瞬间，他就知道对方根本没有敌意。那双手纤细又柔软，一看就是从来没拿过武器的人。他甚至没有任何防备，就那样直接抓住了她。
一个毫无威胁的普通女人，却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让埃弗里特更加想不通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在埃弗里特眼里，丽娜当时那个呆呆的样子，根本不像什么危险的刺客，反而像一只被贵族娇惯的小狗，单纯的让人一眼就能看透。但这种单纯出现在这种场合，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他决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看看这到底是上天的安排，还是有人在背后精心布局。凯尔立刻收起了刚才那副轻松的模样，他恭敬地领下了命令，表示一定会按照吩咐去办。凯尔在这家店的人气简直高得离谱，女客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他倒是很享受这种被簇拥的感觉，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坐在角落里的埃弗里特却是一脸嫌弃，他下意识地把斗篷拉得更紧了，恨不得立刻从这嘈杂的环境里消失。看着杯子里那团黑漆漆的液体，埃弗里特实在是难以下咽，这咖啡的味道简直是一场灾难。可奇怪的是，店里的生意居然好得不像话。听着旁边桌的女孩还在夸咖啡好喝，他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这些人哪是来喝咖啡的，分明就是冲着凯尔那张脸来的。虽然周围吵吵闹闹，但埃弗里特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他托着腮看向窗外，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管怎么努力转移注意力，那个女人的身影还是会跳出来。丽娜现在可是财政部的官员，每天有处理不完的公文，堆得像山一样的资料，简直要把她整个人都埋进去了。旁边的康斯坦斯也快崩溃了，手里的笔根本停不下来，这活儿怎么干都干不完。丽娜看着满桌子的文件，心里那叫一个委屈，上辈子就是因为加班才没命的，难道这辈子还要重蹈覆辙吗？这种没完没了的社畜生活真的会让人发疯啊！丽娜发现今天的情况不太对劲，平时那个爱折腾的多诺万今天居然出奇的安静，看他那副坐立难安的样子，简直就像个正在跑路的通缉犯。这种反常的沉默反而让人心里发毛。果然，这种平静还没维持多久，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大门被粗暴地踹开，一群守卫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带头的男人指着屋里的人大喊：“全都给我老实点！”所有人立刻停下手里的动作，退到墙边站好。守卫队长带人闯入办公室，当众宣布要逮捕重犯，罪名竟然是勾结公爵收受贿赂。周围的人全都被吓傻了。卡米洛特公爵贿赂，这些词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吓人。丽娜立刻看向多诺万，看来他之前那些反常的举动，全都是因为这装掉脑袋的重罪。多诺万现在彻底瘫在那儿了，他心里很清楚，这次是真的要变天了。他当众展开了逮捕令，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清算那些受贿，还有私设小金库的罪人，甚至连公爵都被牵扯进来了。丽娜和康斯坦斯在人群中看着，周围的人全都在小声议论，谁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变天了。多诺万现在整个人都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调查组步步逼近。领头的官员直接走到他面前，当众确认了他的身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就开始宣读那份致命的调查报告。原来他们早就掌握了证据，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在伙同地方官员伪造文件，甚至还私吞税款来收受贿赂。听到这些具体的指控，他还在拼命喊着不可能，但这回证据确凿，他恐怕是再也翻不了身了。多诺万还在垂死挣扎，觉得肯定是哪里搞错了，但调查组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宣布要带走所有相关人员，连负责起草报告的安德鲁也没放过。安德鲁吓得直喊冤枉，可丽娜在旁边看清那份报告后，一下子反应过来了，那竟然是关于西部地区的贸易报告。他清楚地记得这份报告其实是他当初为了帮康斯坦斯的忙才代笔完成的，怎么会变成了调查组手里的证据？眼看安德鲁还在拼命否认，说自己根本没写过这些文件，眼看自己就要被带走，安德鲁为了保命，竟然当众反咬一口。他死死指着人群里的康斯坦斯，大喊着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康斯坦斯整个人都听傻了，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调查组的目光就全扫了过来，逼问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支支吾吾的，根本没法解释，毕竟那份报告确实不是安德鲁写的。丽娜在旁边看着好姐妹被推上风口浪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康斯坦斯最后还是没顶住压力，支支吾吾的承认了，说这些文件看着确实像他做的。调查组当场下令，要把所有牵扯进公爵案子的人全部抓起来。伴随着手铐扣紧的声音，多诺万和康斯坦斯全被控制住了。卫兵根本不听任何解释，直接要把他们强行拖走。丽娜站在一旁，整个人都看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失控到这种地步。同事被眼前的场面吓坏了，他死死抓着丽娜的肩膀，根本不敢相信康斯坦斯会贪污，一直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丽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现在冲过去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必须得看清局势才行。看着康斯坦斯被带走的背影，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初让康斯坦斯去处理那份文件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这从头到尾都是多诺万设下的局，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就是要让康斯坦斯出来背黑锅。这个男人的心思简直太恶毒了。多诺万打得一手好算盘，想把所有罪名都推给康斯坦斯，好让自己全身而退，但他显然低估了丽娜，眼睁睁看着好姐妹被带走，他怎么可能坐以待毙？既然对方想在账目上做手脚，那就用证据说话。丽娜立刻赶往资料室，翻出了那些被隐藏的原始记录，所有的真实数据都还在这儿，只要这些数字还在，多诺万的谎言就永远没法成真。丽娜紧紧握着手里的证据，已经在心里给那些人判了死刑，感动康斯坦斯的人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另一边的咖啡馆里，凯尔正哼着小曲收拾残局。他本以为今天又是平静的一天，直到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细节。明明店里的熟客越来越多，可今天居然又没人把咖啡喝完。看着桌上剩下一大半的杯子，凯尔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店里的味道出了问题？明明用的都是顶级的豆子和机器，可客人们就是不肯把咖啡喝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正当他打算关门谢客时，门口的铃铛清脆的响了一声。他下意识的开口劝退，说店里已经准备打烊了，让客人去别家转转。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彻底没声了，因为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丽娜。丽娜怀里紧紧抱着那份关键证据，心里满是无奈。她原本想方设法要避开这里，可没想到最后还是不得不踏进这间咖啡馆。丽娜曾无数次告诫自己，绝对不要卷进原著的剧情里，可是到如今，这已经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谁能想到这家普通的咖啡馆背地里竟然是皇帝直属的情报据点？而那个看似平凡的店主凯尔，真实身份竟然是情报组织的首领，更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这就是丽娜非来不可的原因。虽然她已经拿到了不少线索，但想要彻底翻盘，就必须借助这个男人的力量，哪怕这意味着她将永远无法从这场权力的漩涡中脱身。丽娜心里很清楚，如果走正常的程序去举报，这份证据肯定会被人半路拦下，甚至直接被毁掉。为了救出康斯坦斯，她必须把东西亲手交给皇帝，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他推开那扇大门，本以为会看到一个阴森的情报据点，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有点意外。这装修也太精致了吧，简直比真正的咖啡馆还要像样。丽娜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差点忘了，这里表面上确实是一家咖啡馆啊，既然还在营业。凯尔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欢迎光临，你来这里有什么事？丽娜看着眼前的男人，这不就是原著里的凯尔吗？栗色的头发，透着冷意的绿色眼睛，简直和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活脱脱一个悲情男2号。可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哪有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一上来不问喝什么，反而问客人来这儿干什么？这语气听着可一点都不像是在做生意啊！丽娜还在那儿装模作样，说自己只是想来喝杯咖啡，甚至还客气地问能不能点单。可凯尔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突然往前跨了一步，直接逼到了丽娜面前。你确定吗？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丽娜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直接把话挑明了，我是问你真的只是为了喝咖啡才来的吗？在这种顶级情报头子面前，任何伪装都是多余的。凯尔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大费周章找上门，绝对没那么简单。难道是来卖情报，还是想拉什么投资啊？这家伙的直觉也太恐怖了。丽娜整个人都僵在原地，可接下来的发展却让人大跌眼镜。凯尔居然急眼了，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真的有人大费周章就为了喝杯咖啡吗？这下轮到丽娜彻底无语了。谁能想到，刚才还一脸警惕的凯尔，一听说丽娜真的是来喝咖啡的，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简直比翻书还要快。他一边热情的道歉，一边忙前忙后的引路，说这个点儿很少有客人光顾，更别说是专门来喝咖啡的了。看着凯尔那副欢快的样子，丽娜整个人都傻了。虽然暂时解除了身份暴露的危机，但这跟小说里写的一点都不一样。说好的冷静睿智情报头子呢？眼前这个热情过头的服务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丽娜现在100%确定，原著小说里写的全是骗人的。眼前这个男人跟冷静睿智这4个字根本半点关系都没有。他不仅动作优雅的过分，甚至还附赠了一个迷死人的微笑，强调这杯咖啡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这热情劲儿简直让人招架不住。丽娜只能硬着头皮道谢，只是喝杯咖啡而已，至于表现得这么用力吗？更离谱的是，他送完咖啡竟然不走，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丽娜，好像在等什么重要的审判。这哪是在喝咖啡呀，简直是在接受公开处刑。被这种顶级情报头子死死盯着，丽娜只能硬着头皮喝了一口。可咖啡刚一入喉，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味道简直是灾难级别的。难道凯尔发现她的身份了？这杯子里装的到底是咖啡，还是什么见效极快的毒药？丽娜在心里疯狂挣扎，吐出来太失礼，咽下去又实在没那个勇气。看着瘫在桌上怀疑人生的丽娜，凯尔竟然还一脸淡定的补了一刀。看来这杯特制咖啡确实不太合他的口味。凯尔装出一副很遗憾的样子，说要把这杯极品端给别的客人。这话听在丽娜耳朵里，简直就像是一道惊雷。她突然反应过来，这乃是咖啡不好喝啊，这分明是工会设下的考验，故意用这种刷锅水一样的味道来测试客人的耐心和诚意。要是现在放弃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丽娜一把按住咖啡杯，强撑着挤出一个灿烂的微笑，说自己其实还想再多喝点。为了任务，就算这杯子里装的是岩浆，她也得一滴不剩地咽下去。看着丽娜这副视死如归的架势，反倒是凯尔被整不会了。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丽娜这回是真拼了，在那股诡异味道的冲击下，她竟然一口气把整杯咖啡全灌了下去。凯尔在旁边看得整个人都傻了，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猛的客人。杯底朝天，丽娜强忍着想吐的冲动，把空杯子重重扣在桌上。凯尔激动的语无伦次，直呼这简直是个奇迹。听到这话，丽娜整个人都僵住了，合着这根本不是什么入职测试，纯粹是因为这咖啡难喝到没人能咽下去，而他成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受害者。凯尔还在那儿自我感动，说作为店主他真是太走运了。眼看他转身就要去忙别的，丽娜赶紧叫住了他，这罪总不能白受吧？暗号还没对上呢。丽娜深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那句羞耻感爆棚的暗号：翱翔于苍穹的蓝鹰指引我来到此处。
话音刚落，原本打算离开的凯尔突然定住了，他回头死死盯着丽娜。丽娜在心里疯狂祈祷，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一定要顺利过关啊！就在他快要顶不住压力的时候，凯尔却突然轻笑了一声，他重新坐回丽娜对面，语气里多了几分玩味。原来你是那边的客人啊！既然身份已经确认，那接下来的谈话可就不是一杯咖啡能解决的了。凯尔收起了刚才那副不着调的样子，他双手交叉抵住下巴，开门见山地问丽娜：“今天是打算当买家还是当卖家？”丽娜也没废话，直接把准备好的文件推了过去。这里面全是卡米洛特公爵的罪证，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可是他手里最重的筹码。凯尔仔细翻看着手里的记录，承认这份情报确实整理得很漂亮。可还没等丽娜松口气，他却突然话锋一转，说这份东西给不了高价。丽娜这下彻底愣住了，这可是足以让公爵倒台的致命伤。凯尔却表现得非常淡定，因为情报的价值不在于内容有多劲爆，而在于它到底够不够稀缺。凯尔指着文件上的记录，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这些东西只要花点时间，谁都能从官方记录里翻出来，根本不值什么高价。面对这种老练的压价手段，丽娜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她说凯尔只看到了表面，情报的价值确实看稀缺性，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时机，在正确的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并且能赶在所有人之前出手，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千金。看着凯尔有些动摇的眼神，丽娜知道自己的话起效了。她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打算把文件拿回来。既然你对这种快手交易没兴趣，那我也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这招欲擒故纵，直接把球踢回了凯尔脚下。凯尔伸手按住了那份文件，承认自己确实看走眼了。从丽娜找上门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他笑着表示认输，夸奖丽娜是个谈判高手。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笔生意真的谈成了？虽然凯尔还没最后拍板，说要先听听他的条件，但能说服这个难搞的情报头子，已经是个奇迹了。凯尔突然收起笑容，抛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既然丽娜强调时机，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丽娜没有犹豫，直接甩出了那个足以震动帝国的小道消息，因为皇帝陛下已经打算对公爵动手了。这话一出口，原本淡定的凯尔彻底没声了。皇帝如果要彻底铲除腐败贵族，肯定会发动突袭，在证据被销毁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而丽娜手里的这份记录就是最完美的出兵理由。凯尔听完并没有急着表态，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突然抛出一个致命的问题：你的情报来源到底是谁？是伦克尔伯爵还是卡罗琳娜·迪亚兹小姐？丽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她明明从来没有报过家门，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她名字的？甚至连他背后的伯爵也被对方一眼看穿。凯尔的语气变得异常冰冷，如果是伯爵告诉你的，那他肯定连工会的底细都交代了，包括位置和暗号，甚至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不是他，你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凯尔抛出了最后的底牌，他问丽娜知不知道这个工会其实是属于皇帝的。凯尔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皇室最高机密竟然会被丽娜随口说出来，这下麻烦大了，总不能说自己看过剧本吧？要是解释不清楚，恐怕今天很难走出这间屋子。丽娜赶紧稳住心神，随口编了个理由，说是因为工会的暗号里提到了象征皇室的蓝鹰，这反应速度简直绝了，只要逻辑能自圆其说，这关就算暂时混过去了。传说这个国家是神的后裔建立的，皇室成员世世代代都拥有佩戴女神纹章的特权，可到了上一任皇帝手里，事情全变了。这个靠卑鄙手段上位的篡位者，竟然想把纹章据为己有。他找了个极其荒唐的借口，剥夺了当今皇帝使用纹章的权利，甚至当众羞辱对方，说他只是个没名分的远房亲戚。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抢位子了，这是要把对方的尊严彻底踩在脚下。这种深仇大恨，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当今皇帝登基的时候，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从此蓝鹰就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在帝国根本没人敢随便提起。凯尔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觉得仅凭一个陈年旧事就能猜出工会的底细，这逻辑实在有点站不住脚。看来刚才的解释还没到位，丽娜干脆开启了忽悠模式。她说全大陆的人都在避讳蓝鹰，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看街上哪有蓝鹰书店或者酒馆，甚至连2年前出生的马都要刻意避开这个名字，这种越是藏着掖着的情况还不明显吗？这一通输出直接把凯尔说懵了，虽然听起来全是歪理，但好像确实没法反驳。这波强行解释到底能不能过关？皇帝要是知道自己名声这么差，估计得气的不行。丽娜这番关于谨慎的言论，简直说到了凯尔的心坎里，他竟然直接笑出了声。原来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觉，这种莫名的共鸣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既然怀疑已经解除了，那接下来的谈话就轻松多了。凯尔主动示意他开价，看来这笔生意终于要进入正题了。丽娜这波临场发挥简直满分，不仅保住了小命，还拿到了谈判的主动权。她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条件？等了这么久，终于聊到最关键的地方了。丽娜也不打算再绕圈子，直接摊牌说要救出康斯坦斯。她把朋友的处境交代得清清楚楚，本以为对方会给个面子，谁知道凯尔翻脸比翻书还快，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这种案子他管不了。这简直是在丽娜的底线上试探。明明康斯坦斯是无辜的，却被对方当成罪犯来看待，他现在必须拼命忍住火气。毕竟要是这时候谈崩了，那就真的没人能救康斯坦斯了。面对这个软硬不吃的家伙，他还能拿出什么筹码？现在绝对不能乱了阵脚，一旦露怯就彻底输了。丽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指出这整件事有多荒谬。明明多诺万
和安德鲁才是当事人，现在却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美其名曰是软禁，实际上跟度假没什么区别。可怜的康斯坦斯却被关在审讯室，连件换洗衣服和毯子都没有。这种明摆着的双重标准，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负人。丽奈的态度非常坚决，她根本不需要什么私下交易，因为康斯坦斯本来就是无辜的，她只要朋友能平安回家。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那就引荐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他要亲自去证明清白。凯尔沉默了很久，似乎在衡量丽娜话里的真假。他突然问起丽娜为什么这么信任朋友。丽娜想都没想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毕竟他们从学院时期就是最好的朋友。听到学院这2个字，凯尔的态度明显松动了。他解释说是因为职业习惯才这么多疑。就在丽娜以为还要继续拉扯时，他竟然直接答应了这笔交易，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凯尔不仅同意了合作，还承诺会亲自保证康斯坦斯的安全，并约好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面。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了，丽娜总算能稍微放松一下。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康斯坦斯总算是有救了，康斯坦斯总算安全了。丽娜刚想松一口气，凯尔却突然叫住了她，说还有最后一件事。本以为又要出什么变数，结果这家伙竟然笑得一脸灿烂，问他要不要再续杯咖啡。这画风转得也太快了吧！丽娜哪还有心思喝咖啡？她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随便找个借口就往外跑，留下凯尔一个人在原地纳闷。直到跑出大门，丽娜才觉得彻底活过来了。刚才那种突如其来的热情，简直比谈生意的时候还要吓人。正是刚谈完就变了一副面孔，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丽娜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那家伙的咖啡了。看着丽娜落荒而逃的背影，凯尔的态度一下子变了。刚才那种平易近人的样子全是伪装，现在的他才露出了真面目。这时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埃弗里特推门而入，他手里拿着丽娜的照片，意味深长地问凯尔怎么看。他看着手里的资料，显然并不相信所谓的巧合。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在他眼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埃弗里特盯着窗外，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丽娜不仅主动找上门，还带来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凯尔办事一向稳妥，但这次的情况实在太反常。他翻开那份调查报告，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卡罗琳娜的母亲是伯爵家的2女儿，父亲却是个孤儿出身的平民教授，虽然有个准男爵的头衔，但也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子。与其说他是贵族，不如说是有点钱的平民。卡罗琳娜从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皇宫里工作，履历干净的让人找不出破绽。埃弗里特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他会不会是卡米洛特的内线？凯尔听完连连摇头，这绝对不可能。谁都知道伦格尔伯爵和卡米洛特是死对头，卡罗琳娜作为伯爵的侄女，不可能不清楚这层利害关系。所谓的断绝往来，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幌子，实际上2家人私下关系好得很。而且伯爵现在没有继承人，卡罗琳娜就是下一任爵位的头号人选，放着大好前程，不要去给死对头当卧底，这逻辑根本说不通。埃弗里特反复回想之前的接触，如果这真的是一场阴谋，那破绽也实在太多了。很多次偶遇看起来都像是没经过设计的意外。可有一件事他怎么也想不通，丽娜送来的那束小苍兰，那是他夭折的妹妹最喜欢的花。这个秘密除了他自己，这世上本该没有第2个人知道。既然无法用巧合来解释，那就只能说明这个女人远比想象中更危险。他转头看向凯尔，语气不容置疑，下周的那个会议我也要去。埃弗里特决定不再做事不管，他要亲自去会那个女人。时间很快到了1周后，丽娜所在的办公室里，气氛显得格外轻松，同事们证据在一起有说有笑。原来那个总是找麻烦的多诺万最近竟然彻底消失了，大家甚至在背后开玩笑，说谁要是跟这种罪犯做朋友，那可真是倒了大霉。听到罪犯这2个字，丽娜手上的动作猛地停住了，周围全是刺耳的议论声，都在传康斯坦斯是为了钱才去犯罪，甚至有人断言他这辈子都要在牢里烂掉了。丽娜面无表情地扣上提包，随他们怎么编排吧。她坚信康斯坦斯很快就能回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情报宫会见那个人。今天这场会面是他最后的机会，无论如何他都要拿到那个确切的答案。丽娜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咖啡馆，凯尔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他提前赶到，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这地方表面上是个咖啡馆，实际上却是情报工会的据点。看着屋里坐满的客人，丽娜甚至有些怀疑，难道真的有人来这儿喝咖啡吗？凯尔一边带路一边解释，今天的谈话可能会花不少时间。为了避开外面的视线，他推开了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可就在丽娜走进房间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凯尔指了指那条幽暗的楼梯，让丽娜独自走下去。在这种地方竟然还藏着秘密空间，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为了真相，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只希望门后等着的千万别是什么危险人物。随着沉重的大门被推开，屋里的景象终于清晰起来。可当看清那个坐着的人影时，丽娜整个人都定住了。那个熟悉的轮廓，那个似曾相识的坐姿，难道说情报工会的幕后老板竟然是他？埃弗里特轻声打了个招呼，仿佛早就料到他会来。丽娜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心里只剩下一阵无奈。她已经没力气再去惊讶了，原来他也是情报工会的人，难怪之前每次见面他的反应都那么奇怪。既然身份已经挑明，那就没必要再绕圈子了。丽娜径直走到他对面坐下，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康斯坦斯的近况。她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的朋友到底安不安全。
这反应显然超出了埃弗里特的预料。他原本以为丽娜会先质问他的隐瞒，或者打听他的真实身份，没想到他心里只惦记着别人。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女人对朋友的执着。埃弗里特居然一脸理所当然说他以为丽娜是故意在跟踪他，这话听得丽娜简直无语，这男人到底哪来的自信？丽娜忍不住开口反驳，明明每次都是他突然出现，可对方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是吗？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让丽娜怀疑他是不是自恋过头了。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丽娜不得不承认他确实长了一副好皮囊，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随便自作多情。还没等丽娜吐槽完，埃弗里特突然凑了过来，看着他现在这副样子，他居然还一本正经地问他是不是觉得热。丽娜这下彻底破防了，想要直接大喊一声还不都是因为你。丽娜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绝对不能掉进这种低级的陷阱里，这男人摆明了是想用美色当诱饵，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占到便宜。她可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看着丽娜这副紧绷的样子，埃弗里特反而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他似乎很清楚自己的魅力，也更清楚该怎么让对方乱了阵脚。就在这气氛快要凝固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凯尔推门走了进来，宣布店里已经清场，接下来的谈话绝对不会有外人听到。埃弗里特收起了刚才的玩世不恭，语气变得客气而疏离，他称呼丽娜为迪亚兹小姐。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身后的凯尔也一脸严肃的站定，他直视着丽娜的眼睛，语气平静的宣布，现在我们该谈谈正事了。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他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刚才还在心里偷偷骂人，一提到工作竟然瞬间变得这么冷静，这种滴水不漏的反应到底是他的本性还是演出来的？他希望丽娜没有藏着秘密，否则这场博弈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既然要长谈，总得喝点什么。埃弗里特随口问他要不要来点果酒，丽娜有些犹豫，说自己不太会喝酒，那就换成咖啡。谁知丽娜反应极大，除了咖啡什么都行。看他这副严肃的样子，显然对咖啡敬而远之。埃弗里特忍不住笑出声，原来他早就知道这里的咖啡难喝到出名，刚才纯粹是在逗他玩。丽娜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心眼真多。玩笑开够了，凯尔把酒送了上来，埃弗里特收起笑意，终于要聊聊丽娜最关心的那个话题了。埃弗里特先给了一颗定心丸，康斯坦斯现在很安全，调查期间也没受什么委屈，但紧接着话锋一转，现在还不能放他走。丽娜这下坐不住了，当初明明说好了只要交出公爵的罪证，康斯坦斯就能重获自由，怎么现在又要变卦？埃弗里特不紧不慢地解释，公爵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光有这些文件还不够，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核实，才能走下一步程序。听着调查组没日没夜地加班，原来在哪当打工人都挺不容易，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结果，只要能保证放人，多等几天也行。他盯着埃弗里特的眼睛，非要他给一个准话不可。埃弗里特露出一丝玩味的笑，答应得倒是挺干脆，前提是你给的这些证据全是真的。埃弗里特还在那儿一本正经说这事关工会的名誉，必须得慎重处理。结果丽娜听着听着竟然直接笑场了，你这个人是不是压根就不相信别人？这一笑把埃弗里特都给整愣了。丽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赶紧找借口说自己喝多了，绝对不是故意要没礼貌，生怕刚才那声冷笑把好不容易谈成的合作给搅黄了。没想到埃弗里特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样的他挺真实，比起那些虚伪的场面话，他更喜欢看他现在这副完全不设防的样子。埃弗里特突然严肃起来，他直视着丽娜，语气里透着一丝试探，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把窗户纸捅破吧。他慢慢俯下身子，把距离拉得极近，如果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能不能趁现在老老实实跟我说实话？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丽娜一时间愣在了原地，她知道自己避无可避，只能咬咬牙开口了，其实早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就一直……丽娜突然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让他彻底破防的话，我一直觉得你长得真的非常帅气。这突如其来的直球把一向冷静的埃弗里特整不会了，他还没来得及接话，丽娜就整个人晃了晃，直向下道去。刚才还聊得好好的，怎么说晕就晕了？埃弗里特这下是真的慌了，一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赶紧把人抱了起来。他冲着门外大喊，凯尔，你在外面吗？整个公馆瞬间乱成一团，好在医生阿泽拉检查完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丽娜只是对酒里的成分过敏，这种特殊的体质确实少见。埃弗里特听完这话，整个人陷入了沉默，他不得不承认这次确实是他们失算了，原本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结果差点闹出人命。凯尔在一旁说出了真相，原来这杯酒是他们故意准备的，本想利用黄浆果的镇静效果，趁着丽娜放松警惕时试探她，谁能想到她反应会这么大。这下可好，试探还没出结果，人先给整进医院了。原本想掌握主动权的埃弗里特，现在反而成了理亏的那一个。为了保险起见，凯尔带着阿泽拉去准备急救药。房间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埃弗里特独自守在床边，看着昏睡不醒的丽娜，他心里很清楚，这次确实是因为自己太心急，才把事情搞砸了。等他醒过来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正式赔礼道歉。不过换个角度想，至少现在能确定他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敌意。可丽娜晕倒前没说完的那半句话，始终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在那之前，他到底一直瞒着什么秘密？这个真相恐怕只能等他醒来揭晓了。脑子里全是丽娜刚才说的话，她说他长得非常帅气。这种突如其来的直球告白，让一向冷静的埃弗里特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过神来。
她甚至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丽娜就慢慢睁开了眼睛。她赶紧凑到床边询问迪亚兹小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可谁能想到，丽娜看清她的脸之后，整个人就像炸了毛一样，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指着她大喊：“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她完全不记得自己表白过，反而一口咬定是埃弗里特在酒里下了毒，想杀人灭口，结果没成功。这下轮到埃弗里特傻眼了，刚才那点暧昧的气氛，瞬间被这通谋杀指控给冲得干干净净。丽娜还在那儿胡思乱想，觉得自己这次肯定没命了。埃弗里特在一旁看着，觉得这酒的后劲儿还没过去，甚至让他变得有点不可理喻。他直接开口打断了混乱，正式向丽娜道歉，承认那杯酒确实被加了料，里面含有能让人放松的成分，说白了就是想让他说真话。丽娜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原来是怀疑他藏着秘密，所以才想用这种手段套话。埃弗里特倒也坦诚，直接点头承认了。他表示现在已经看清了真相，确认丽娜并没有撒谎，于是放下身段，再次郑重道歉，希望能够得到她的原谅。面对这种先给一巴掌再给个甜枣的行为，丽娜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看着对方这么诚恳的态度，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火。丽娜最后还是决定大度一点，看在情报工会的面子上，这次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前提是她必须把康斯坦斯的麻烦彻底解决掉。埃弗里特答应得很干脆，既然达成了共识，丽娜也不想再多待，只想赶紧回家躺着休息。本以为今天这出闹剧总算收场了，可她刚走没几步，就发现身后有个影子一直跟着。她疑惑地回过头，发现埃弗里特竟然寸步不离地，就站在自己身后。面对丽娜不解的质问，他已经慢条斯理地戴好了兜帽，语气理所当然地宣布：“因为我要送你回家，迪亚兹小姐。”埃弗里特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他说大半夜的，实在没法放心让他一个人回家，更何况他刚才突然晕倒全都是因为他。他还故意放低了声音询问：“这样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丽娜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柔给搞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轻声给出了回应，说自己并不介意。这一切简直太不真实了，明明之前只是打过几次交道，谁能想到现在竟然会并肩走在一起？这种意想不到的进展让丽娜一时间有些恍惚。就在这时，埃弗里特突然停下脚步，低声叫住了迪亚兹小姐。看着眼前这条漆黑的小路，埃弗里特忍不住担心起来，毕竟一个女孩子走夜路实在太危险。可丽娜却表现得云淡风轻，直言自己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听到这话，埃弗里特反而更惊讶了，因为这附近紧挨着大片墓地，正常人躲都来不及，他竟然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丽娜的回答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够便宜，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鬼怪，每个月上涨的租金才更让她头疼。看来在生存压力面前，恐惧感根本不值一提。虽然身边的朋友都被吓跑了，但丽娜显然不是那种胆小的人。看着她这覆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埃弗里特竟然低声说了一句：“那我就放心了。”埃弗里特接下来的话听着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扎心。他说丽娜之所以不怕鬼，是因为她身边根本没有那种会变成亡灵回来找她的人。这番话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丽娜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结，而是转头问起了他的身份：“罗哈斯先生，你其实是一名骑士吧？”埃弗里特在心里琢磨着，难道是因为那天的那件事？不过他并不打算解释，只是顺着话头反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丽内的观察力简直惊人。他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抓他手腕的动作快得离谱，这种身手绝对是行伍出身，再加上他还是皇室工会的人，起码也得是个骑士头衔吧。丽娜甚至推测，他一定跟着国王参加过那场战争，那些无法言说的惨烈经历，恐怕直到现在还在每个深夜折磨着他。罗哈斯先生，虽然那些回忆让你难以入眠，但正是因为有你在，我才能每天都睡得这么安稳。丽娜这番发自肺腑的感谢，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她微微欠身：“罗哈斯先生，真的非常谢谢你。”面对这种直球式的真诚，这位身经百战的埃弗里特竟然有点招架不住了。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快步往前走。丽娜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走在前面的他突然没头没脑的丢下一句：“你还真是挺会拍马屁的。”看着他那副别扭的样子，丽娜这下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竟然是在害羞，这反差萌也太大了吧。丽娜这姑娘还挺较真，她特意强调刚才那些夸奖可不是拍马屁，她是真心觉得全帝国的人都会感谢她的付出。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她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步子明显放慢了许多。月光洒在两人身上，这种沉默竟然透着点甜。眼看就要到家了，丽娜主动开口说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剩下的路她自己走就行。可她却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反而坚持要送她到大门口。毕竟对她来说，只有亲眼看着她进屋，这种安全感才算给到位了。丽娜半开玩笑的拒绝了，说女孩子可不能随便透露住址。虽然她心里很清楚，以她的情报搜集能力，想查出她住哪简直易如反掌。两人客气的道别，就在丽娜准备转身离开时，他却突然开口叫住了她。如果下次还能再见面的话，能不能改口叫他罗哈斯爵士？丽娜虽然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但还是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对头衔这种事这么在意，难道是因为骑士的职业病？丽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这位爵士大人还挺有仪式感。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她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康斯坦斯能不能平安回来。转眼到了第二天，丽娜已经回到了平日忙碌的生活中，耳边突然传来了呼唤声：“丽娜！”
希瑟却突然找了过来，神色看起来有些犹豫，说外面有个监察部的骑士指名道姓要见他。监察部的人怎么会突然找上门？难道是昨晚的事情露馅了？他虽然满心疑惑，但还是立刻赶到了前厅，推开大门，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已经等在那了。他一脸严肃地开口确认：“请问你就是卡罗琳娜·迪亚兹小姐吗？”原来是虚惊一场，这位骑士并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他接到上面的秘密指令，要带丽娜去见被关押的康斯坦斯，这简直是掉下来的大好事。丽娜原本还在为康斯坦斯的安危发愁，没想到现在竟然能亲眼去确认，她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不过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这次行动必须全程保密，对外只能说是去配合调查。他催促丽娜赶紧收拾东西出发，只要能见到康斯坦斯，就算是被当成证人去盘问也值了。那个男人的动作比预想的还要快，看来他真的打算信守承诺，一个人扛下所有的责任。丽娜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感叹，这下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可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几个爱管闲事的同事却突然挡住了路。带头的男人一脸狐疑地盯着她，卡罗琳娜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早？丽娜只能随口编了个借口，说自己临时有点急事要处理。可对方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反而压低声音凑了过来：“你该不会也被康斯坦斯那堆烂摊子给彻底缠上了吧？看来康斯坦斯现在的处境比想象中还要糟糕。”这些同事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看到监察部的骑士找上门，就开始恶意揣测，觉得康斯坦斯是为了减刑才出卖了丽娜，甚至还嘲笑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面。面对这些冷言冷语，丽娜只觉得一阵恶心。以前只敢在背后嚼舌根，现在竟然直接当面挑衅了。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浪费口舌。可那些人还在身后不依不饶，大声叫嚣着让她小心点，说这次案子牵扯到了不少大贵族，谁要是陷进去，就别想再出来。这些家伙越说越离谱，甚至开始编排起轮科尔斯伯爵了，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警告丽娜说这种政治斗争不是他能掺和的。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丽娜突然停下脚步，笑眯眯地回过头说：“这消息可真有意思，我一定会原封不动转告给我姨妈。没错，你们刚才议论的那位伯爵夫人，正好就是我的亲姨妈。不知道她听完这些话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这枚重磅炸弹瞬间炸开了锅，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几个人，现在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只能在身后疯狂喊叫求饶。丽娜根本懒得理会这些小人，她现在只想赶紧去见康斯坦斯，敢动我的人就要做好血债血偿的准备。丽娜在心里已经给那些人判了死刑，她发誓要让对方付出10倍的代价，直到他们哭出带血的眼泪为止。虽然刚才借用了姨妈的名号压人，但她心里其实也没底。那位伯爵夫人虽然在帝国权势滔天，可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僵，只希望这次借势别出什么岔子。跟着骑士的脚步，他终于来到了关押康斯坦斯的地牢。这里位于建筑的最深处，四周死气沉沉，连空气都透着一股压抑，越往里走，刺骨的寒气就越重。墙壁上到处都是渗出的水珠，丽娜简直不敢想象康斯坦斯在没有毯子的情况下是怎么在这种鬼地方熬过来的。看着眼前这扇冰冷的大门，她只觉得心如刀绞。康斯坦斯，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就在这一片死寂中，一个虚弱的声音突然从阴影里传了出来：“丽娜！”这突如其来的呼唤让她整个人瞬间定在了原地，是康斯坦斯的声音。他不顾一切地冲向那道铁栅栏，双手死死抓着冰冷的铁条。康斯坦斯，真的是你吗？本以为会看到凄惨的画面，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乃是坐牢啊，简直是在度假。康斯坦斯正舒舒服服地躺着，一边看书一边吃马卡龙，这待遇也太离谱了吧！连康斯坦斯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说是从他被抓进来那天起，这间牢房就开始疯狂升级。康斯坦斯在这儿过得简直太滋润了，不仅没受苦，还把牢房当成了度假胜地。丽娜刚一露面，她吓得直接跳了起来，还以为好姐妹也被抓进来了。丽娜赶紧解释清楚，说自己现在上头有人，是专门托关系来看她的。这下轮到康斯坦斯傻眼了，丽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本事？虽然误会解开了，但整件事还是透着古怪。既然罪名都洗清了，为什么还不放人？看来这背后的谁比想象中还要深。就在丽娜还在疑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埃弗里特这次出手又快又狠，直接把幕后黑手逼到了悬崖边上。仅仅过了1周，整个帝国都被重磅消息炸开了锅。曾经不可一世的公爵派系彻底倒台，贪污受贿的证据被抓了个现行。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贵族，这下全成了阶下囚。埃弗里特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不仅亲自带队抄了公爵的牢底，还把那些帮凶一网打尽。现在全城都在议论，这位皇帝动起手来到底有多狠。而另一边，康斯坦斯总算平安出狱了，刚一露面就被鲜花和掌声包围，这场面让他都有点接不住了。同事赶紧上来嘘寒问暖，生怕好姐妹在里面受了委屈。康斯坦斯倒是心态挺好，笑着说自己在那儿过得还行。多诺万被抓的消息一传开，这帮人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在那儿义愤填膺的数落罪状，还想拉着丽娜一起站队。丽娜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心里早就把这群马后炮看透了。当初在背后落井下石的时候，可没见他们这么有正义感，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慢慢算。阿泽拉赶紧出来维持秩序，催着大家赶紧回工位干活。可就在丽娜转身要走的时候，却被人从后面叫住了。趁着还没开工，康斯坦斯神秘地拉住丽娜，说要带她去看个好宝贝。两人特意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
袋子一打开，里面竟然全是金灿灿的硬币。康斯坦斯笑着说：“这是他这段时间受委屈的补偿金，虽然跟公爵被没收的家产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拿在手里是真香啊！”丽娜赶紧打听外面的传闻，那位不可一世的公爵是不是真的被抄家削决了？康斯坦斯压低声音说：“皇帝当时气得想直接要了他的命，要不是那帮老臣拼命求情，公爵这颗脑袋早就保不住了。公爵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以后只能在角落里苟延残喘了。”康斯坦斯倒是一点都不在乎这些大人物的死活，对他来说，谁给发工资，谁就是亲老板，只要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皇帝万岁这种话，他能喊上一整天。可丽内心里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公爵再怎么说也是帝国的重臣，皇帝竟然说杀就要杀，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太吓人了。现在只想离那个男人远一点，越远越好。为了能过上安稳日子，绝对不能再跟他扯上任何关系。正发着愁呢，康斯坦斯突然提起了皇帝的生日庆典，这可是那位回归后的第一个生日，听说规模会是史无前例的大，全城都在传这次庆典要变天了。听说这次庆典的最后一天，竟然要出动300名魔法师来放烟花。丽娜听得整个人都定住了，这手笔也太夸张了吧！康斯坦斯现在可是个小富婆，拍着胸脯保证要请丽娜吃大餐，不管工作再怎么忙，第3天的烟花秀绝对不能错过。两人就这么说定了，要好好庆祝康斯坦斯平安归来。为了不加班，他们赶紧打起精神回去干活。转眼间，全城已经挂满了彩旗，伴随着漫天的礼炮声，这场盛大的庆典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全城现在简直就是欢乐的海洋，到处是孩子的笑声和飞舞的白鸽，大家都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盛典。而在庄严的神殿深处，祭司正带着信徒们虔诚祈祷，这不仅是为了庆祝皇帝的生辰，更是为了给整个帝国祈求好运。在女神的名义下，神圣的祝福洒向了每一个角落，愿和平与繁荣永远伴随这片土地，也愿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平安顺遂。庆典已经进入第2天了，可对这2个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康斯坦斯一边干活一边抱怨，连着加了2天班，感觉比蹲大牢还要命。他好不容易快忙完了，转头问丽娜进度怎么样，结果丽娜指了指旁边堆成山的公文，说自己还得接着熬，因为那2个倒霉同事被抓了，他们的活儿现在全落在了丽娜头上。康斯坦斯整个人都听傻了，这乃是加班啊，这分明是要人命啊！康斯坦斯气得直跺脚，那2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真是把烂摊子全丢下了。他想留下来帮丽娜一起干，可丽娜却坚持让他先回家。毕竟上次康斯坦斯为了帮人，差点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丽娜不想让他再冒这个险，还是自己一个人处理更踏实。康斯坦斯听完心里一阵感动，只能叮嘱他千万别太拼命。喧闹的办公室终于安静了，只剩下丽娜还在独自忙碌。等他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才发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看着远处万家灯火，他打算出去吹吹风。站在清冷的月光下，这片刻的宁静成了他高压生活里唯一的慰藉。皇宫那边现在热闹的不行，原来今天是假面舞会啊！那种贵族们的社交狂欢，跟他这种打工人确实没什么关系。虽然是庆典的重头戏，但他现在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与其操心那些够不着的舞会，不如想想明天跟康斯坦斯吃点什么。就在他漫不经心散步的时候，树丛里突然传出一阵异响，紧接着一个黑影唰的一下，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躲在树林里？月光下站着的竟然是埃弗里特。刺客！这个念头一下子蹦了出来。大半夜在树林里撞见蒙面人，换谁都会觉得命悬一线。丽娜下意识的就要大声呼救，想把周围的人都引过来。可还没等他喊出声，对方就一个箭步冲到跟前，直接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埃弗里特急得不行，赶紧让他先冷静下来，甚至还叫出了他的名字。丽娜这下彻底愣住了，原来对方认得自己。摘下面具的那一刻，竟然真的是埃弗里特。丽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还没等他开口问个明白，他赶紧示意丽娜别出声。远处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听动静是皇宫的守卫追过来了。看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埃弗里特满脸歉意，现在根本没时间解释前因后果。他突然凑到丽娜跟前，压低声音求她帮个忙，能不能先找个地方把她藏起来？华丽的舞会到处都是人，这种嘈杂的环境反而是最好的掩护。周围全是打量的目光，大家都在私下议论，稍微不留神就会暴露身份。女人顺手接过一杯酒，装作若无其事的穿过人群。她故意手一滑，把整杯酒全洒在了对方身上。她赶紧装出一副闯了大祸的样子，提议带这位大人去休息室换衣服。埃弗里特无奈地看着，他就知道会这样。这场化妆舞会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只要戴上面具，管你是公爵还是平民，身份和地位统统都不作数了。为了让大家能玩得尽兴，这里有个不成文的死规矩，就算认出对方是谁也得装傻，在这里说的话绝对不能带出去。谁要是敢在事后翻旧账，那就是坏了整个圈子的规矩。这舞会原本是为了方便社交，现在却成了贵族们的狩猎场，尤其是对埃弗里特来说，简直是避之不及的麻烦。就算遮住了脸也没用，他那双独特的黄褐色眼睛在人群中实在太扎眼了，根本藏不住身份。原来随从打算趁假期回乡，面对这种无法拒绝的请求，他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女人这边正忙着执行计划，本想借着弄脏衣服把人带走，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要自己处理，这下计划可要泡汤了。埃弗里特现在简直成了全场的目标，那些名媛贵女们的眼神简直要把他生吞活剥了。
大家都想趁着舞会跟皇帝搭上话，这种被围攻的感觉，他1秒钟都忍不下去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跑了。他趁乱溜出了大厅，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丽娜听完简直不敢相信，堂堂一个大男人，竟然因为翻窗户逃跑，被当成可疑分子满大街追着跑。能参加那种舞会的肯定是个贵族，可既然这么讨厌社交，甚至不惜冒着危险翻窗户，那当初干嘛非要去凑这个热闹？埃弗里特一脸尴尬的解释，那天偏偏是他的生日，身为寿星，要是玩失踪，那乐子可就真的闹大了。现在他身上连个通行证都没有，要是被抓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只能求丽娜想想办法，赶紧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丽娜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响了，自己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凭什么要帮这个大麻烦？可转头看到他那副样子，丽娜突然觉得有点意外，原来这个高高在上的家伙也有这么接地气的一面。行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丽娜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丽娜最后确认了一遍，只要把他平安带出皇宫就行了吧。他直接走在前面带路，让这个大麻烦赶紧跟上。埃弗里特显然松了口气，连声保证以后一定会报答这份恩情。丽娜倒是一点没放在心上，毕竟他之前救过康斯坦斯，这次帮忙就当是还人情了。两人趁着夜色悄悄消失在了城堡的阴影里，眼看就要出去了，结果半路杀出个守卫。丽娜倒是表现得很淡定，直接掏出通行证打招呼，说自己刚加班结束准备回家。守卫核对完丽娜的身份，转头就盯上了旁边的埃弗里特，非要他也把证件拿出来看看。这下可把丽娜难住了，毕竟这家伙身上根本没证件。他赶紧编了个瞎话说这是他同事，早上出门太急把证件落家里了，想就这么蒙混过关。可这守卫简直是个死脑筋，根本不吃这一套，没证件就是不能放行，还把丽娜给训了一顿。守卫还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非要他们绕远路去正门。丽娜一看讲道理没用，干脆直接开启了影后模式。她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自己已经连着加了好几天班，现在只想去夜市吃口热乎的，要是绕路过去摊位肯定都收工了。最后他还故意补了一刀，说要是真不行就算了，大不了就饿着肚子回家。这招卖惨果然好使，守卫哪见过这阵仗，当场就心软放行了。丽娜这变脸速度把旁边的埃弗里特都看傻了，这忽悠人的本事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埃弗里特还没回过神来，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出来了。丽娜倒是见怪不怪，毕竟在皇宫混了这么多年，她早就摸透了人心，只要装得够惨，别人就会忍不住想帮你。她突然反应过来，丽娜可是财政部的员工，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刚才说加班到这么晚，难道全都是演戏吗？结果丽娜叹了口气，说加班这事儿还真不是编的，每到祭典期间，财政部的人简直忙到飞起，光是报表就多到数不清。听着这一堆处理不完的活，埃弗里特试探着问他，天天干这么多活，难道心里就不怨恨皇帝吗？丽娜听完直接笑了，说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她说正因为有皇帝的守护，大家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所以她心里只有感激，根本谈不上什么怨恨。埃弗里特听完没多说什么，只是随口应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吗？其实丽娜心里早就想好了，对方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当着面抱怨那不是找死吗？刚才那番话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回答。虽然刚才是在演戏，但感激的心倒也是真的。丽娜望着夜空感叹，要是没有皇帝赢下那场仗，大家哪能过上这种太平日子？虽然那位皇帝确实挺吓人，但这份和平确实很难得。埃弗里特听完若有所思，顺口问他是不是对祭典没兴趣。丽娜赶紧解释说不是那样的，她其实特别想看明天的烟花，所以今天才拼了命地加班。听到这个回答，埃弗里特像是突然有了主意，他停顿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那既然这样的话，他想邀请丽娜明天一起去参加祭典。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丽娜完全没反应过来，她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会主动提出要一起行动。埃弗里特有些不自然的解释，说是因为看他祭典还要加班，心里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才想着要护送他。听到这个理由，丽娜一时间更糊涂了。过意不去，这到底算哪门子理由？丽娜在心里直犯嘀咕，难道他是因为公爵那件事才觉得亏欠自己吗？亏他刚才还自作多情，以为对方是在约自己约会呢。虽然心里有点小失落，但他还是礼貌地拒绝了，说明天已经提前约了同事，恐怕没法一起去了。听到这个回答，埃弗里特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原来已经有约了呀。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丽娜反倒被吓得不轻，这反应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丽娜一看他那副样子，立马改口说记错了，说明天的约会其实早就取消了，都是因为加班加的脑子糊涂了。埃弗里特这下可精神了，赶紧约好明天下午6点在咖啡馆门口见面。丽娜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丽娜简直想抽自己一嘴巴，就因为看了那张帅脸一眼，她竟然鬼使神差的撒了谎，这下可把康斯坦斯坑惨了，人家还在兴高采烈的挑衣服呢。丽娜只能在心里疯狂道歉，康斯坦斯，我对不起你。康斯坦斯这嗓门大得离谱，听说丽娜找到了庆典男伴，他整个人都坐不住了，连珠炮式的问题直接砸了过来。到底是谁？什么时候开始的？居然背着我偷偷谈恋爱？丽娜赶紧解释，这只是个护卫，就是之前救过你的那位副官。果然不出所料，这反应完全在预料之中。康斯坦斯现在比当事人还激动，非要丽娜去谈一场正经恋爱，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丽娜还在旁边拼命解释，说这真的只是普通社交。结果康斯坦斯直接开启说教模式，孤男寡女一起逛庆典，还要互相分享路边摊的小吃，最后在一起看个烟花，这不叫约会叫什么？
这番逻辑简直无懈可击。丽娜被对得哑口无言，如果真不把他当成普通的护卫，那这事儿可就彻底变味了。丽娜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有种莫名的紧张感，这种不安的预感到底是怎么回事？镜头一转，来到了咖啡馆，凯尔正念叨着今天店里挺清静，结果下一秒，一个穿着斗篷的男人推门而入。凯尔看清来人后，整个人都僵住了。堂堂皇帝陛下竟然微服私访，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现身，看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了。埃弗里特开门见山说自己和丽娜约好了在这儿碰头。凯尔还没反应过来，甚至还想推销一下店里的新咖啡，结果人家根本没打算久留，直接甩出一句我们要一起去逛庆典。这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凯尔手里的活儿直接停了。你们什么时候发展到这一步了？埃弗里特倒是一脸淡定，说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但这解释听起来可没什么说服力。埃弗里特还在那儿找借口，说是因为欠了丽娜一个道歉，才顺便提出要护送她去庆典。凯尔听完简直无语了，护送女孩子出门如果不叫约会，那还能叫什么？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埃弗里特还打算先去休息一会儿，让凯尔等丽娜到了再叫他。凯尔赶紧把这位皇帝陛下拦住，你该不会真打算穿成这样去吧？埃弗里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斗篷，觉得这身平时穿的衣服挺好啊。凯尔简直要抓狂了，问题就在于你平时也穿这身，这可是去约会啊。凯尔现在简直是操碎了心，疯狂吐槽这身衣服又黑又沉闷，天天穿这一件，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出门约会啊？埃弗里特还挺委屈，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有洗衣服，但这根本不是洗不洗的问题好吗？眼看时间紧迫，凯尔决定亲自出手帮他改造。面对质疑，他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我可是帝国最强情报工会的会长，这点小事要是办不成，那这名号干脆别要了。话音刚落，凯尔就风风火火地动起手来，要把这身寒酸的旧衣服赶紧换掉。堂堂皇帝陛下，现在只能任由凯尔在那儿瞎折腾。另一边，丽娜已经急匆匆地赶到了，她还在庆幸自己没迟到，老板居然在最后关头给她塞工作，简直太倒霉了。可当她抬起头看到等在门口的那个身影时，刚才的怨气瞬间全没了。埃弗里特听到动静转过身来，凯尔的这番改造简直是神来之笔，虽然还是那件标志性的斗篷，但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丽娜直接看呆了，这还是平时那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吗？眼前的埃弗里特简直帅得让人移不开眼。埃弗里特主动打了个招呼，丽娜却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刚才那股抱怨的劲头全没了，这下轮到她开始不知所措了。丽娜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变化，说他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埃弗里特还在那儿嘴硬，把锅全推到了凯尔身上，说凯尔非要小题大做，其实穿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想到丽娜反应特别大，直接大声反驳说不对，这下把埃弗里特都给整懵了。丽娜赶紧解释，其实这身打扮真的非常重要。听到这话，埃弗里特露出了温柔的笑意，既然你这么想，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看来凯尔这波助攻确实是立了大功。丽娜现在整个人都乱了阵脚，赶紧提议说咱们快走吧，去到处逛逛。埃弗里特倒是干脆直接点头答应了。走在路上，丽娜还是没法平静下来，说实话，这个男人对她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了，简直是在挑战她的心理防线。夜幕降临，庆典的街道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庆典现场简直人山人海。丽娜兴奋的不行，离烟花大会开始还有段时间。埃弗里特表现得非常绅士，主动询问这位迪亚兹小姐想去哪玩。丽娜提议先去逛逛夜市，顺便找点好吃的垫垫肚子。话还没说完，她就被一阵香味给勾走了，那是烤鸡肉串。在这么热闹的集市里，这种平民美食的诱惑力简直让人完全没法拒绝。丽娜突然定在了原地，这简直就是命运般的重逢，连菜单上的细节都一模一样，这不就是家乡的味道吗？看到丽娜突然出神，埃弗里特赶紧询问怎么了。丽娜这才反应过来，指着摊位问能不能买2串尝尝。埃弗里特表现得相当大方，说你想吃什么尽管点。丽娜熟练的要了2串，还特意点了1串劲爆火辣的。没想到埃弗里特也要了一份同款，丽娜还有点担心他吃不惯，结果这位陛下倒是挺随和，说偶尔尝试新鲜事物也不错。热腾腾的烤串这就到手了，看着这色泽诱人的美食，丽娜的吃货本能已经按耐不住了，就是不知道这一世界的家乡味到底正不正宗。丽娜拿着烤串，简直不敢相信，这油光锃亮的色泽，还有这久违的辛辣香味，简直就是梦中情串。一口下去，她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啊！看丽娜吃的这么香，她赶紧问旁边的埃弗里特味道怎么样，合不合胃口。结果这位平时冷静的大佬，现在的表情却有点一言难尽。丽娜看他半天没说话，还以为是不好吃呢。埃弗里特赶紧否认，嘴硬说火候刚刚好，味道也挺不错。可他那副强撑的样子，明摆着是被辣得够呛。丽娜一眼就看穿了，他是在为了面子硬扛啊。她无奈的叹了口气，伸手进包里开始翻找，看来得赶紧给他找点救兵了。丽娜直接掏出了秘密武器，2根粉嫩的棒棒糖。她笑着问要不要来点甜的，毕竟刚吃完那么辣的东西，正好能帮她解解辣。丽娜还特别专业的解释说，吃完辣的必须得配点甜，这叫味觉平衡。她大方的让埃弗里特挑一个，是想要棉花糖味的还是蓝莓味的。这位平时威风凛凛的大佬，最后还是选了棉花糖味，乖乖接过了丽娜的好意。2人正美滋滋的嚼着棒棒糖呢，突然被一阵吆喝声吸引了过去。原来是路边有个飞镖摊位，老板正扯着嗓子大喊，说只要赢了
就能拿走1万金币。周围的人听得一愣一愣的，都在好奇这飞镖游戏到底怎么玩。可丽娜一听就乐了，这不就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路吗？没想到异世界也有这种坑人玩意。丽娜一眼就看穿了老板的小心思，这种套路她在前世见得多了。表面上是让你用飞镖射奖品，实际上那些奖品早就被固定死了，就算你射中了，也根本拿不走。老板一眼就盯上了埃弗里特，扯着嗓子在那大声吆喝，说真男人就该给女朋友赢个礼物。女朋友这个词一出来，丽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误会可闹得有点大呀。可还没等他开口解释，埃弗里特居然转过头问他有没有什么看上的奖品。丽娜赶紧摆手拒绝，她心里清楚这摊位全是坑，根本没必要在这浪费钱。可老板一看有人犹豫，立马就开始阴阳怪气的挑衅。他说这游戏可没看着那么简单，不仅要身手敏捷，还得有劲儿，一般的小白脸根本玩不转。这明摆着是在用激将法呀，就看埃弗里特会不会上钩了。丽娜最担心的是还是罚生了，老板还在那不知死活的开玩笑，说他要是输了就在女朋友面前丢大脸了。埃弗里特这回是真的被惹毛了，他冷笑着往前走了一步，反问老板刚才叫谁弱鸡，还让对方有种就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这语气听得人心里直发毛。可这老板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敢在那嬉皮笑脸的反问，到底是谁会后悔？丽娜在旁边已经彻底绝望了，现在谁也拦不住这位发飙的大佬了。老板还在那滔滔不绝地讲规则，说只要能把这些玩偶全部击倒，就能拿走整整1万金币，甚至还想耍赖说晃动了不算数。埃弗里特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没那个必要。看来这老板的钱包今天是要保不住了。这老板果然是个老狐狸，他在玩偶身上偷偷下了强力咒语，普通人就算力气再大也打不到，就等着看客人的笑话呢。丽娜在一旁早就看出了不对劲，正担心他这回要吃大亏，可埃弗里特根本没在怕的，直接甩出了手里的飞镖。这一镖的威力真是离谱，整个摊位差点被当场拆了。老板原本还指望靠魔法作弊，结果那些被加固过的玩偶现在全变成了地上的碎片。这下老板彻底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引以为傲的咒语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竟然跟纸糊的一样。丽娜在旁边也看呆了，谁能想到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既然玩偶拿不下来，那就连带着桌子一起轰碎。刚才还是一副要拆迁的架势，转头他就跟没事人一样，轻声喊了一句迪亚兹小姐。埃弗里特手里捏着飞镖，笑着问他想要哪一个玩偶。丽娜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刚才那场惊天动地的表演竟然只是为了给他一个奖品。抱着刚赢回来的大兔子，两人并肩走在热闹的街头。埃弗里特突然感叹了一句，刚才对那个摊位老板来说确实是有点太惨了。丽娜听完忍不住反问，你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老板在耍花招对吧？指尖轻弹，飞镖化作一道刺眼的流光，轰鸣声贯穿了整个集市，加固咒语在撞击下寸寸崩裂。老板僵在原地，指尖残留的魔力微光瞬间熄灭，呆滞地看着满地棉絮，冷汗顺着鬓角流下。埃弗里特放下最后一枚飞镖，语气平静的让人脊背发凉。既然所有的目标都中了，那说好的万金大奖在哪？刚才还想坑人的老板，这下彻底踢到了铁板上，直接跪在地上大声求饶，哭喊着让埃弗里特放他一马。他说这可是他全部的身价，以后再也不敢耍花招了。可现在才求饶，是不是晚了点？想靠作弊发财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倾家荡产的一天。埃弗里特这下总算说实话了，他说一听到那离谱的奖金，就知道这摊位绝对有问题。之所以非要当众砸场子，是看不惯有人在帝国地界行骗，但他现在心里却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刚才那一通折腾耽误了丽娜逛庆典的好心情。谁能想到这个杀伐果断的男人竟然也有这么细腻的一面？丽娜倒是完全没放在心上，反而觉得这样的他更有魅力。看来这场意外的小插曲反而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丽娜紧紧抱着那个兔子玩偶，笑着说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份礼物。还没等埃弗里特接话，绚烂的烟花就在头顶炸开，把整个庆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这一刻的浪漫简直快要溢出屏幕了。看着身边欢呼跑过的小孩，两人就这样并肩走在人群中。漫天的烟花确实漂亮，埃弗里特看他这么入神，还专门问了一句，是不是这就是他最期待的时刻？他甚至还想带他换个更好的位置，生怕委屈了这位大小姐。可丽娜却表现得非常知足，她说就在这里看已经足够美了。埃弗里特看着身边的丽娜，轻声回应了一句，确实很漂亮。两人就这样并肩走在夜色里，庆典快要结束了。丽娜抱着玩偶走在路灯下，语气里全是满足。她说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她还挺不好意思的，觉得埃弗里特平时那么忙，却还要花时间陪自己逛这么久，真是辛苦这位大忙人了。可埃弗里特却回答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也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庆典的乐趣，多亏了丽娜，他才有了这么美妙的体验。该说谢谢的人其实是他自己。看着埃弗里特的侧脸，丽娜在心里偷偷的想，他那个不经意的微笑简直要把人的魂都给勾走了。丽娜盯着他的侧脸，满脑子都在回味那个表情，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吗？那种温柔的样子真的让人看一眼就很难忘记。丽娜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开口叫住了他。她说罗哈斯爵士，既然你今天真的玩得这么开心，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结果这最关键的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几个流氓从暗处晃了出来，手里还拎着明晃晃的家伙，带头的那个笑得特别猥琐，非要凑过来找点乐子。丽娜现在简直无语到了极点，今天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刚送走一个骗子，现在又冒出来几个抢劫的，
这帮劫匪真是活腻了，抢钱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打丽娜的主意，这下算是彻底踩到雷区了。埃弗里特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细，这群人拿着正规军的武器，多半是些挥霍玩赏金、沦落到在京城打劫的退伍兵。看他拔出长剑，这帮亡命徒不仅没收手，反而觉得被一个小白脸给羞辱了，带头的直接挥刀冲了上来。丽娜忍不住惊呼出声，可埃弗里特却表现得异常冷静。这群自讨苦吃的家伙，恐怕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埃弗里特根本没打算浪费时间，甚至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那几个地痞就全都被掀翻在地。这种实力的绝对碾压，让刚才还嚣张的劫匪瞬间哑火。他手里的长剑稳如泰山，整个人散发着让人胆寒的气场。他冷冷地俯视着这群败类，拿着帝国的神圣武器来威胁平民，甚至还想玷污皇室的名誉。这帮人这下可不只是踢到铁板，而是直接撞到了死神手里。埃弗里特手里的长剑寒光逼人，他冷冷地发出最后通牒，问对方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偿还的准备。这个骗子自知正面根本不是对手，正急着寻找脱身的办法，结果一转头正好瞥见了站在远处的丽娜。既然打不过这个拿剑的疯子，那就只能找个好下手的目标了。他突然调转方向，发了疯似的朝丽娜冲了过去。谁能想到这混蛋动作这么快，丽娜根本来不及躲开，就被对方死死地扣住了。听到尖叫声的埃弗里特猛地回头，可那个卑鄙的骗子竟然把刀直接架在了丽娜的脖子上。他歇斯底里的威胁所有人别动，只要埃弗里特敢往前一步，丽娜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埃弗里特现在后悔的要命，刚才就不该对这帮混蛋手软，一时的仁慈反而害丽娜陷入了险境。虽然想救人并不算太难，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稳住他的情绪，绝不能让他因为害怕而乱了方寸。他用眼神死死盯着对方，像是在无声的许下承诺，一定要等我，我马上就带你离开这里。埃弗里特正想办法分散这帮人的注意力，他放低姿态问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只要肯放人，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他都能答应。可还没等这笔交易谈成，丽娜却已经先一步失去了耐心。她可不是那种只会等别人来救的小姑娘。趁着对方分心的那一刻，她猛地回头，对着那只抓着自己的脏手就死死咬了下去。这下轮到那个骗子惨叫了。埃弗里特连半句废话都没多说，就在对方拔剑的一下子直接出手，根本没给这帮人渣任何反应的机会。还没等丽娜回过神来，他就已经稳稳地落入了那个怀抱。而刚才还嚣张的混蛋们，现在全都被叠在一起，彻底打趴下了。埃弗里特赶紧确认丽娜有没有受伤，虽然人救下来了，但他还是觉得刚才太惊险，忍不住责怪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丽娜却一脸无辜的反问：“不是你刚才用眼神暗示我咬他的吗？你当时那个眼神分明就是在说快咬他呀！”埃弗里特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发誓自己绝对没那个意思，当时只是想让他别担心而已。谁能想到两人的默契竟然歪成了这样？丽娜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刚才表现的那么凶，全都是为了不让他害怕。这种不善言辞的保护，比任何安慰都管用。可等这股劲头一过去，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脱力了。刚才到底哪来的胆子去拼命？大概是因为知道他在身后，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吧。现在的他连站稳的力气都没了，只想就这样靠在他身上歇一会。而那个平时冷冰冰的男人，这次竟然出奇的温柔。闹腾了大半夜，埃弗里特总算把人安全送到了家。丽娜刚想开口道谢，却发现这个男人还在为刚才的事耿耿于怀。他觉得这次护送简直糟糕透了。可丽娜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他在，自己今天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就在两人准备告别的时候，埃弗里特却突然叫住了他。看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话非要现在说不可吗？埃弗里特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丽娜，他说今天的经历实在算不上愉快，为了弥补这份遗憾，他想正式邀请她共进晚餐。丽娜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笔尖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丽娜现在根本没心思工作，脑子里全是埃弗里特刚才的样子，越想越乱，连手里的笔都拿不稳了。结果这一幕全被康斯坦斯看在了眼里，他凑过来打趣说：“是不是约会遇到了什么好事？”丽娜赶紧摆手否认，说那只是普通的护送而已。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淡定不下来了。原来大家都已经在转，那位大人竟然向他表白了。丽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连那只兔子玩偶的事都被人盯上了。康斯坦斯现在简直像个大侦探，手里掌握着各种目击证词，非要逼问出两人的真实关系。丽娜还在极力掩饰，说那只是护送途中发生的一点小插曲。可这种苍白的解释，真的能瞒过眼前这位八卦专家吗？康斯坦斯的脑补能力简直没谁了。丽娜只是说还要再见一面，他竟然连婚礼捧花的事都想好了。看着对方在那大喊大叫，丽娜累得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这帮人胡闹。可就在这时，康斯坦斯却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他说既然有人对丽娜动了真格，那他这个当姐妹的绝不能坐视不管。原来他早就私下行动，把那位埃弗里特大人的底细全都调查清楚了。丽娜这下可坐不住了，毕竟这可是他最在意的男人。可他转念一想，又开始犯愁，万一被对方知道自己在背后调查，那误会可就大了。康斯坦斯赶紧拍着胸脯保证，说自己是借着聊公事的机会，才顺便打听了一嘴，绝对没人会起疑心。康斯坦斯得意地炫耀起来，说他只是随便套了套话，那些人就全招了。原来埃弗里
特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在长达8年的战争里，他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狠角色。据说他一个人就能对付20个敌人。丽娜听完陷入了沉思，难怪之前那些小混混在他面前根本走不过一招，看来这情报确实对得上号。康斯坦斯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原来埃弗里特根本不是什么贵族，他以前竟然只是个农奴，全凭战功才逆袭成了骑士，听说马上连领地都要到手了。可说着说着，康斯坦斯突然犹豫了，说有个细节让他觉得挺微妙。丽内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原来那个男人今年都30了。丽内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这可是整整8岁的代沟啊！康斯坦斯看气氛不对，赶紧找补，说他那张脸看着可一点都不显老，再加上他这些年一直待在军营，私生活绝对干净的像张白纸。康斯坦斯越说越起劲，只夸埃弗里特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不仅从来没传过什么绯闻，性格还沉稳可靠，简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绩优股。他还不停地给丽娜打气，说这男人可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前途简直不可限量，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好表现。说到兴起，康斯坦斯甚至连丽娜结婚的事都想好了，还开玩笑说要把捧花留给他。这番热情的催婚攻势让丽娜实在有些招架不住。等周围安静下来，丽娜看着手里的资料，陷入了沉思。30岁啊，这位罗哈斯大人确实比想象中要年长，光看那张脸，谁能想到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丽娜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反正现在又不是马上要结婚，八字还没一撇的事，确实没必要在这儿瞎操心。可另一边的气氛却完全不同。凯尔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心里总觉得有点发毛。他犹豫再三，还是开了口：“陛下，请恕我冒昧，是不是宫里出了什么大事？看这反常的架势，难道皇宫里要变天了？”凯尔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气氛简直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压抑。难道是宫会出了什么大乱子？还是说咱们得赶紧准备跑路了？结果埃弗里特沉默了半天，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话，说他又要去见丽内小姐了。凯尔听完简直想翻白眼，这不就是又要去约会吗？可埃弗里特还一脸正经地反驳，说这只是单纯的吃个晚饭而已。这种直男逻辑真的让人没法接话。既然丽内小姐对他印象不错，那到底还有什么好发愁的？埃弗里特盯着窗外，一脸凝重。原来他是在纠结到底穿哪件斗篷，是昨天那件灰色的，还是刚买的那件黑色皮质的。他甚至还一脸严肃地请教凯尔，到底女孩子会更喜欢哪种颜色？凯尔这下是真的彻底傻眼了，搞了半天您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竟然只是为了选衣服穿。凯尔简直要抓狂了，这种时候竟然还在纠结颜色，穿着一身黑漆漆的袍子去约会，对人家女孩子来说简直是种侮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对面坐个像乌鸦一样的人，谁还能吃得下饭啊？可埃弗里特却觉得很委屈，辩解说自己出门必须得隐藏身份，万一被认出来就麻烦了。这番话听得凯尔简直无语，这男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他忍不住开启了吐槽模式。您都在战场上待了整整8年，现在除了那几个老臣，根本没人知道您长什么样。陪丽娜小姐吃个饭而已，哪有那么容易撞见熟人？别在这儿自作多情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凯尔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他上次稍微打扮了一下，丽娜小姐明显就很受用。既然这招明明很管用，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甚至开启了扎心模式，求您穿点像样的衣服吧，毕竟您现在全身上下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武器，也就只剩下这张脸了。没想到埃弗里特还真听进去了，他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决定去皇家精品店逛逛。凯尔这才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刚刚拯救了一个迷失的灵魂。其实也难怪他在这方面一窍不通，16岁就上了战场，整整8年都在跟敌人拼命，哪有时间研究怎么讨女孩子欢心？这位威震八方的统帅，在感情面前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凯尔越想越觉得这事不简单，这哪里是普通的约会啊？搞不好最后真的要办婚礼了。虽然皇室里很少有真爱，但现在的局势已经稳住了，根本不需要靠联姻来巩固地位。埃弗里特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而且丽娜小姐的身份也够格，她外公家可是老牌的中立派贵族，只要她能顺利继承伯爵的爵位，那这门亲事基本上就稳了。凯尔整个这儿替老板操心呢。埃弗里特突然又开口了，说还有一件事要交代，到底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埃弗里特摆出一副商量大事的架势，提到上次约会的时候，丽娜小姐好像挺喜欢吃烤串，所以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打算搞一场户外烧烤派对。结果这男人的脑回路越跑越偏，竟然想直接整一头烤全猪当主菜，还要配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副食，这哪是去约会啊？这简直是要带人家去野外拉练。看着老板还在那儿认真分析，担心丽娜小姐胃口小会不舒服，凯尔终于听不下去了，他一把按住埃弗里特的肩膀，他决定亲自搞定所有的预约，甚至卑微的哀求老板，求您千万别再动一根手指头了，什么结婚不结婚的，现在想这些简直是白日做梦。他现在的头等大事是保住老板别被迪亚兹小姐甩了。转眼就到了约会的日子，伴随着清脆的高跟鞋声，女主角终于准时现身。丽娜这回可真是积极过头了，离约定的时间还早着呢，她就已经出现在了街头。其实这也不能怪她，谁让心里一直乱糟糟的，根本没法在家里老实待着，满脑子想的都是待会儿的见面。为了今天，她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从头到脚都比平时精致的多。可看着橱窗倒影里的自己，她心里反而开始犯嘀咕了，这样穿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丽娜心里还在犯嘀咕，毕竟埃弗里特平时总穿那身黑袍子，要是自己穿得太隆重，待会儿见面肯定会尴尬的要命。
不过转念一想，既然是这儿，巴金出来吃饭，稍微打扮一下应该也没什么。他决定先去咖啡馆里坐着等。可推开门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定住了。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是谁？埃弗里特这一身华丽的打扮，简直像是要去参加皇室晚宴。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试探着叫了一声罗哈斯先生，结果把正在发呆的埃弗里特吓了一跳。他显然也没想到丽娜会来得这么早，两人就这样在大厅里撞了个正着。埃弗里特说话都开始结巴了。埃弗里特原本还在没话找话，可看着眼前精心打扮的丽娜，他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丽娜就这样愣愣地看着他，原本以为只有自己在意这次约会，可看到对方这副模样，他才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孤单。两个人都为了对方盛装出席，甚至连提前到达的默契都一模一样。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要真实。他最后才憋出一句：“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好久不见。”丽娜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变化。今天的埃弗里特竟然没穿那件旧长袍，看他一副不自在的样子，甚至还担心这身打扮会很奇怪。原来他是觉得每次见面都穿的一样，才特意为了今天精心准备。丽娜赶紧解释说一点也不奇怪，反而觉得现在的他这种话说到一半最让人心痒了。丽娜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夸了一句这身衣服很适合她。埃弗里特还没来得及高兴，旁边的凯尔就忍不住跳出来邀功了。原来这身行头是他忙活了好几天的成果，还顺便吐槽自家主子的眼光实在太差。这电灯泡不仅话多，甚至还要拉着两人先去喝杯咖啡。看来这浪漫的二人世界一时半会儿是过不成了。凯尔这电灯泡当的是真敬业，非要请两人尝尝他刚研发的新品。埃弗里特虽然没说话，但还是体贴的让丽娜自己做决定，不想去的话千万别勉强。看着凯尔这么诚恳的样子，丽娜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干脆提议喝完这一杯再走。这下可把凯尔给乐坏了，赶紧跑去准备他的得意之作。凯尔这回可是拿出了看家本领，这杯奶油拿铁配上特制饼干，被他夸成了王都独一份的宝贝。听这介绍，又是顶级奶油又是完美比例，简直要把这杯咖啡给捧上天了。丽娜本来还有点怀疑，但看这卖相确实挺像那么回事。难道凯尔这次真的要靠这杯咖啡翻身了？本以为是美味，结果丽娜刚喝一口就差点当场送走，灵魂都快从嘴里飘出来了。埃弗里特急得不行，指着凯尔的鼻子大骂：“这哪是新品，这分明是想要人命的毒药！”凯尔哭丧着脸，明明这次是信心满满，丽娜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已经不是手艺好坏的问题了，而是咖啡豆本身有大问题。他提出要去仓库看看。凯尔一边带路一边拍胸脯保证，说自家的咖啡豆绝对是顶级货，全是从南大陆运过来的，而且这批新货才刚到不到1周，根本不可能出什么岔子。凯尔还在那滔滔不绝，说这批豆子不仅有专门的贸易商，甚至还有南大陆皇室的质量认证，觉得这绝对是万无一失的顶级货。可丽娜心里却很清楚，就算是再便宜的咖啡，也不可能有刚才那种要命的味道，毕竟他前世什么样的劣质品没见过。凯尔大大方方地打开了麻袋，想要用事实来证明清白，结果袋子刚一掀开，丽娜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袋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凯尔还在那自我感觉良好，丽娜却被这股扑面而来的酸臭味熏得够呛。这哪是什么独特的果酸味，分明就是东西放坏了的腐臭。可凯尔居然还一脸无辜，说这是专门请南大陆的大师烘焙好的，自己甚至还花了5倍的高价。听到这话，丽娜彻底无语了。从南大陆坐船过来起码要1年时间，也就是说她刚才喝下去的那杯咖啡，竟然是用1年前就烘焙好的过期豆子煮出来的，这简直是花钱买罪受啊！凯尔还在那小心翼翼的试探，丽娜却气得想直接去法院告他，这乃是做生意，这简直是在谋财害命。他强压起火气，开始给凯尔科普，咖啡豆一旦烘焙完就极容易变质，必须得进口生豆现用现烘才行。这么基础的常识，那个贸易商居然一个字都没提。看着凯尔那副傻掉的样子，丽娜总算明白了，这家伙根本就是遇到了职业骗子，被人当成大冤种坑得底掉。不过好在问题总算找到了，只要换个靠谱的渠道，这间店说不定还有救。丽娜笑着给出了承诺，说以后店里的咖啡只会越来越好喝。凯尔这下彻底被感动了，直接冲上去抓住了他的手，不停地道谢，说要是没有丽娜帮忙，这间店恐怕早就彻底毁了。看着凯尔这副激动的样子，丽娜反倒有点招架不住。可站在后面的埃弗里特正死盯着那双握在一起的手，丽娜赶紧把话题转回正事上，提议一定要去治安队举报那个骗子，毕竟这种坑人的贸易商绝对不能让他继续逍遥法外。凯尔正咬牙切齿地盘算着，非要让那个骗子把烂豆子全喝光不可。可他没注意到，身后的埃弗里特已经快要原地爆炸了，因为凯尔那双手到现在还没从丽娜身上挪开。埃弗里特直接冷着脸走了过去，嘴上说着是为了抓骗子要紧，让凯尔赶紧动用工会的人脉去查。可那副要吃人的架势，明摆着是想赶紧把这2个人分开。他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让凯尔立刻马上就去办。凯尔这下跑得比兔子还快，临走还不忘叮嘱他们赶紧去吃饭，总算把这个电灯泡送走了。屋里现在只剩下他们2个人，不愧是正义感爆棚的骑士大人，眼里真是一点沙子都揉不得。这种正直的性格确实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埃弗里特却突然转了话题，好奇丽娜怎么会对咖啡了解得这么深，难道她也和凯尔一样对这行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丽娜赶紧找了个借口，说是学院那边的咖啡文化比较流行，自己只是耳濡目染才知道的多一点。可她心里的小秘密哪敢说出来啊？其实是因为她上辈子
来自韩国，那个走3步就能看见一家咖啡馆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常识，在这个世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埃弗里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难喝的咖啡居然一直没被拆穿。丽娜倒是把这事儿看得明明白白，说大部分客人其实是冲着甜点来的，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看凯尔一眼。说到这，丽娜自己都忍不住笑场了。看来长得太帅确实也是一种烦恼，毕竟对着那样一张脸，就算咖啡味道再怎么奇怪，客人们恐怕也实在没法开口抱怨。可这话听在埃弗里特耳朵里，味道可就完全变了。他沉默了半晌，最后竟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那个凯尔真的有那么好看吗？”丽娜想了想，觉得凯尔看起来确实挺温柔的，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可这话刚说完，埃弗里特就直接凑到了他耳边，他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酸味，一本正经地告诉丽娜，凯尔这个人其实有个秘密，那就是他只喜欢年纪大的女性，以前交往的对象也全是这一款。这明摆着是想让丽娜赶紧死心，别对那个男人抱有什么幻想。说完，他还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试图掩饰自己这种幼稚的行为。丽娜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搞不懂这位骑士大人为什么突然开始聊起别人的八卦，难道是想让他帮忙介绍对象吗？丽娜这下彻底当真了，居然开始操心起凯尔的终身大事。既然人家喜欢成熟稳重的姐姐，那得赶紧帮他物色个相亲对象才行。他在脑子里把认识的人过了一遍。埃弗里特在旁边看着他瞎忙活，估计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两人便起身向凯尔告辞。凯尔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到门口，还专门感谢了丽娜今天的帮忙。这一趟咖啡店之旅总算告一段落。丽娜正准备推门离开，凯尔却突然叫住了身后的埃弗里特。他凑到埃弗里特耳边低声叮嘱，说是在离开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得亲口告诉他才行。埃弗里特停下脚步，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凯尔犹豫了一下，还是压低声音开了口，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完全变了，因为这个秘密竟然跟丽娜有关。凯尔现在简直成了丽娜的头号粉丝，嘴里全是夸奖的话，说她不仅聪明博学，简直就是个深不可测的宝藏。他越说越起劲，甚至觉得丽娜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不过夸了这么多，凯尔其实是另有目的。他顺势掏出一张邀请函，递到了埃弗里特面前。既然陛下也对他感兴趣，那这就是最好的约会机会。为了这次约会，埃弗里特可是下了血本，直接把丽娜带到了首都最豪华的餐厅。这里平时根本订不到位置。丽娜看着周围华丽的装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好奇地问埃弗里特，这种地方连贵族都要排队，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才弄到这张桌子的？面对丽娜的夸奖，埃弗里特表现得很淡定，说定个位子并没那么难。其实背地里全是凯尔在出力。丽娜听完笑得很开心，说自己早就想来这里了，还郑重地向他道谢。这让埃弗里特一时间没接话。其实他能这么精准地投其所好，全靠凯尔这个神助攻。他早就打听到丽娜的秘密，发现她上学时竟然选修过考古，而且丽娜还是个隐藏学霸，即便不是专业课也能拿高分。凯尔这才建议埃弗里特带他去参观古代文物展。埃弗里特盯着手里的票，心里一直在打鼓。凯尔的一番好意，现在反而成了他的难题。既然丽娜这么喜欢考古，这票肯定能送到他心坎上。可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开口送出去？就在他纠结的不行的时候，丽娜突然开口了。她看着窗外的湖面，感叹今天的阳光真好，波光粼粼的样子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埃弗里特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他的过去还一无所知。丽娜说她以前经常看这种景色，她的家乡在一个叫兰格尔丁的地方，离首都并不算远，坐马车半天就能到。聊起家乡的兰格尔丁，丽娜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她说那里空气特别好，是个能让人彻底放松的地方，而且她家里非常热闹，不仅有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弟弟，还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妹妹。虽然平时总是吵吵闹闹，但大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听着丽娜分享这些趣事，埃弗里特却突然沉默了。他低声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人了，所以真的很羡慕丽娜。丽娜显然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内心深处竟然这么孤独。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家人介绍给他认识。听到要见家长，埃弗里特显然有点意外。丽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话有多大胆，她赶紧摆着手解释说是因为家乡风景特别好，要是她以后想去散心，顺便见见家里人也行。看着丽娜手忙脚乱的样子，埃弗里特不仅没拒绝，反而笑得特别温柔。他说自己非常期待那一天，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结果还没等他再多说几句，服务生就端着牛排走了过来。丽娜一看到好吃的，刚才那点害羞全没了，满脑子只剩下干饭。看着这盘滋滋冒油的牛排，丽娜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埃弗里特倒是很大方，说要是吃不饱尽管再点。可真等动起手来，丽娜却发现有点尴尬，这肉看着明明挺嫩的，怎么费了半天劲就是切不动。埃弗里特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窘迫，直接把盘子接了过去，说要帮他切好。这照顾人的动作也太自然了。他一边熟练地切着肉，一边还耐心地找台阶下，说是餐厅的刀可能有点钝，加上丽娜拿刀的角度太直了。本来想在丽娜面前表现一下，结果埃弗里特这力气大得简直离谱，只听见咔嚓一声，盘子竟然直接被他切成了两半。这下可好，牛排飞得满桌子都是，连地板都没能幸免。刚才那种浪漫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到了极点。丽娜半天没反应过来，完全没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看着埃弗里特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她实在是没憋住，直接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丽娜这下
是彻底笑开了花，完全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他一边笑一边还不忘补刀，问埃弗里特是不是打算连盘子也一起切了当晚餐。看着丽娜笑得停不下来，埃弗里特整个人都僵住了。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面子，他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是这盘子质量太差，肯定是本来就有裂缝。丽娜倒是很配合，顺着他的话就开始演，说没错，盘子肯定是自己碎的，绝对不是被他切开的。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丽娜觉得这顿饭吃的真值，虽然盘子碎了有点离谱，但两人的距离反而拉近了不少。看着丽娜这么开心，埃弗里特总算放松了下来。这种平淡又温馨的感觉对他来说真的很奢侈。夕阳把街道染成了金色，丽娜感叹今天过得很愉快。埃弗里特听完这话，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说只要丽娜开心就好，毕竟他一直惦记着要弥补上次留下的遗憾。丽娜觉得这顿饭吃得太值了，不仅没觉得尴尬，反而把这当成了最宝贝的回忆。她说这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埃弗里特听着这些话，心里也跟着软了下来。对他来说，今天同样也是无法忘记的一天，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丽娜笑得这么灿烂。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两人并肩走在夕阳下，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就在这时，埃弗里特突然停下了脚步，语气变得有些迟疑。他说帝国博物馆最近有个展览，全是关于古代文物和考古的，而且他手里刚好有2张邀请函。看着他从怀里掏出邀请函，语气里竟然还带着一丝试探。他问丽娜如果感兴趣的话，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看看。丽娜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个邀约，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说自己当然非常愿意去。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道两旁的路灯亮起。埃弗里特一路把丽娜送到了家门口，站在门口，丽娜笑着向他道谢，说谢谢他今天特意送自己回来，还约定好展览那天再见。埃弗里特轻声回应了一句，丽娜站在家门口挥了挥手，这才转身进了屋。看着丽内的身影消失在门后，埃弗里特脸上的笑意一下子全散了。在下次见到丽娜之前，还有最后一件麻烦事，必须得彻底解决掉才行。画面一转，来到了皇宫深处，一名穿着华丽红裙的女人正快步穿过长长的走廊，她的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关于那个女人的事，该来的总会来。佩奥妮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佩奥妮本想按规矩走个过场，先说几句体面的外交辞令，没想到埃弗里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拆穿了这些虚伪的寒暄。佩奥妮这次是来求一条生路的，他直言领地已经民不聊生，希望埃弗里特能减少那笔巨额赔款，给他的王国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可埃弗里特听完只觉得荒谬，他根本不打算放过眼前的敌人，毕竟这场仗打了整整8年，谁才是罪魁祸首，大家心里难道不清楚吗？埃弗里特的话说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提醒佩奥妮，帝国能接受投降已经是恩赐了，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资格谈条件。可佩奥妮却搬出了领袖的责任，直言不能为了还债就去包靴子名，这在埃弗里特看来简直是笑话。当初侵略的时候那么积极，现在输了却想赖账，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埃弗里特显然不想再耗下去了，他冷冷地把人打发走，说这件事会交给议会去讨论。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种被琐事缠身的疲惫感才涌上来。虽然仗打完了，但数不清的烂摊子还在等着他。只有想到丽娜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片刻的轻松。算算时间，他现在应该已经回到家乡了吧？埃弗里特还在担心丽内的安危，而他已经坐着马车赶了很久的路。虽然这一路折腾得不轻，但只要能回到这个温暖的小窝，感觉一切辛苦都值了。安妮卡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一看到丽内的身影，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还没等丽娜进屋，安妮卡就兴奋地冲了过来。原来今天是学院的校庆日，她特意留在家等姐姐回来。姐妹俩正亲热地搂在一起，旁边却传来了扫兴的声音，说安妮卡最近过得可不怎么样，因为在学校里，她没能和内森分到同一个班级。这2个调皮鬼是丽内的双胞胎弟弟，他们一开口就开始拱火，说纳森进了骑士学院以后，整个人都解脱了，还故意问安妮卡，要是纳森交了女朋友该怎么办？安妮卡这下彻底炸锅了，她一眼就识破了这2个笨蛋的谎言，明明在魔法系，怎么可能知道骑士系的情况？眼看诡计被拆穿，这2个家伙撒腿就跑。看着弟弟妹妹在楼梯上疯跑，丽娜忍不住感叹，家里真是一天都安静不下来。虽然嘴上说着闲吵，但这种久违的烟火气才是她最想念的东西。到了晚上，2个调皮鬼又开始用魔法哄妹妹开心。看着这热闹的一家人，丽娜终于能彻底放松下来，安稳的享受这顿晚餐了。难得全家人能聚在一起吃顿饭，父亲今天显然兴致很高，酒是一杯接一杯的倒。母亲虽然嘴上在劝他少喝点，但2人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的样子，简直比年轻人还要甜蜜。丽娜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种温馨的氛围让她彻底放松了。她忍不住好奇地打听起来，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父亲深情地握住母亲的手，感慨说，虽然也会吵架，但正是因为一起熬过了那些苦，才有了现在这个温暖的家。可母亲一眼就看穿了女儿的心思，笑眯眯地凑过来问，丽娜，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这话一出，父亲整个人都坐不住了，急着打听到底是哪个臭小子。丽娜被问得措手不及，下意识地回了一句，还没到那个地步了。在丽娜眼里，那个男人虽然看着有点凶，但其实心思特别细腻，只要跟他待在一起就会觉得特别踏实。
不过一想到两人的差距，丽娜心里还是有点打鼓。毕竟对方比她大8岁，而且出身也只是普通的农奴家庭，她很担心父母会介意这些。没想到母亲听完后，只是温柔地拉住她的手，笑着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你真心喜欢他，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原来当年父亲母亲在一起时，也曾因为身份悬殊被家里极力反对，但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任何阻碍都不是问题。看来这种追求真爱的性格真的是会遗传的。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就大胆去尝试一下吧。母亲温柔地叮嘱丽娜，要是哪天觉得他就是那个对的人，一定要带回来见见家长。不过父亲也开玩笑地补了一句，要是我们觉得那小子不靠谱，那可是绝对不会轻易答应的。听完这些话，丽娜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消失了，她认真地答应下来，谢谢父亲母亲。丽娜终于彻底想通了，什么年龄差距，什么身份地位，在真爱面前通通都不算事，只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就行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迪亚兹小姐。埃弗里特快步走上前，一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吗？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男人，丽娜心里最后一点纠结也没了，长得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因为那点小事就放弃啊？埃弗里特急匆匆赶来，说是因为处理工作耽误了时间。丽娜一点也没介意，反而体贴地安慰他，说自己其实也才刚到，既然人都到齐了，埃弗里特主动发出了邀请，我们要不要进去？丽娜当然是100个愿意，她顺势挽起对方的手臂，两人就这样并肩走向会场。又是元气满满的一个早晨，同事正聊得起劲，可丽娜却表现得魂不守舍。康斯坦斯本想关心一下她的周末，结果她整个人直接原地断电了，这副反常的样子把同事吓得不轻。丽娜，你到底怎么了？看来昨晚那场聚会的后劲实在太大。康斯坦斯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直呼他现在就像朵随风飘的小蒲公英，整个人都快飞起来了。这八卦之魂一旦燃起来，可挡不住。他凑过去小声打听，是不是周末去见那位大人了？虽然嘴上说着什么都没发生，但全办公室的人都看出来了，这绝对是有情况啊！被大家这么一围攻，他只好支支吾吾地找借口，说自己只是去看了个画展。这种理由谁会信啊？看来这周的办公室话题全都要绕着他转了。原来那天他是和埃弗里特约会去了。面对规模宏大的展览，丽娜拿着手册看得眼花缭乱，一提到那些古老文物，她的兴奋劲儿根本藏不住，滔滔不绝地计划着参观路线。可身边的男人压根没在看展品，他的目光全程都锁在丽娜身上。被发现后，还一脸淡定地找借口，说只是在感叹他对历史的热爱。埃弗里特这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为了能和他多待一会儿，他硬是装出一副很懂行的样子。丽娜还真以为找到了灵魂伴侣，兴冲冲地拉着他直奔展厅。可这位大小姐的关注点实在清奇，竟然对着一个巨大的兽人酒桶赞不绝口。看着他那副两眼放光的样子，埃弗里特显然有点接不住气了，这品味真的能对得上吗？丽娜这体力简直惊人，一进博物馆就像开了加速器，对着个大酒桶都能研究半天。埃弗里特在后面紧赶慢赶，心理直犯嘀咕，这哪是约会啊，这分明是体能测试。接下来的画风就更跑偏了，丽娜眼里全是无价之宝，什么古老历法、沉船乐谱，在她看来都宝贝的不行。可埃弗里特满脑子想的却是，这东西长得真奇怪，这字迹也太乱了吧。直到丽娜捧起那个小石像，滔滔不绝地讲起她背后的历史，看着她那副兴奋的样子，埃弗里特突然觉得这些破石头好像也没那么无聊了。展览结束时天都快黑了，丽娜整个人还沉浸在兴奋中，直呼这种展览再看10遍都不够。埃弗里特虽然被带得精疲力竭，嘴上却还得跟着附和，谁让他刚才把人设给立住了呢？可接下来的话让他完全没料到，丽娜竟然已经开始规划下周甚至下下周的看展行程。埃弗里特突然凑了过来，指尖轻轻一划，一阵凉爽的微风瞬间围住了丽娜。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他倒是坦荡得很，直截了当地说，丽娜看起来很热，甚至连脸都红透了，所以才想着用魔法帮她降温。这种直男式的体贴简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丽娜现在确实很热，但恐怕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眼前这个过分认真的男人。原本是想帮丽娜降温，可当指尖触碰到发丝的那一刻，埃弗里特自己反而先乱了阵脚。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杀伤力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为了掩饰这份尴尬，丽娜赶紧找了个蹩脚的借口，说是展厅里的温度太高了。可这话说出来，连她自己都觉得没什么说服力。刚才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现在却连对视都不敢了。埃弗里特还在内嘴硬，非说是丽内的热情让温度升高了，结果反被丽娜抓了个正着，直接拆穿她也同样不在状态。这下轮到埃弗里特语塞了，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刚才那股游刃有余的劲儿，早就不知道丢到哪去了。丽娜可没打算就这样放过他，她主动上前一步，用最温柔的姿态彻底打乱了对方最后的防线。谁能想到埃弗里特会这么主动？还没等丽娜反应过来，他已经稳稳地握住了对方的手。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让丽娜彻底定在了原地，她赶紧小声道歉，说是自己太唐突吓到她了。丽娜本来还在努力解释，说是因为看她也挺热的才伸手，可话还没说完，埃弗里特就直接反手握住了她。原本只是想帮对方降温，没想到却点燃了更危险的火苗。看着埃弗里特不断靠近的身影，丽娜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玩火自焚了。这种暧昧到极点的气氛让丽娜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